别忘了，即便我是假的，我终究是三军统帅。作乱者，格杀勿论。拜见教主。事办得如何？启禀教主，礼物已经送到，属下也见到了老前辈。教主似乎对这件事很上心。哦，老前辈手段通天，属下4人联手不是对手。将所有的细节说来，不可遗漏。从未见过教主会如此慎重看待一件事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。哦，还有这样。接着就这样。最后是这样。擅长阴功的人不少，但是能将阴功发挥到大神通境界的少之又少。阴功大神通，记忆中从未见过师父施展什么阴功类的大神通术。难道师父他老人家真的在尝试修行其他门派的法门？若是换个人，都不会相信能够将其他法门修到极致。但此人是师父，所见之人，确信是师父他老人家。我等离得有些远，虽未见老前辈全貌，但可以确定，所见之人必定是老前辈。何以见得？我等看见九先生身着云长羽衣。云长羽衣，二师弟，本座真是小看了你。教主，我等抵达安阳，并未见到二先生。二师弟一向喜欢独来独往，以你们的本事，切不可招惹他。谨遵教主谕令。二师弟，教主好像不太高兴。九先生也很喜欢踏云轩。是吗？属下不敢撒谎。云长羽衣不过是抗奏的护具，小师妹更喜欢踏云靴，乃是必然。教主英明。现在他们人在何处？属下回来之时，已从青龙殿获得到线索，戚先生已经赶往云雀楼。据说云雀9重楼，一重便是一重阵，踏上9重楼者便可获得一件宝贝，不知是真是假。以前也只知道教主是摩天阁的首席大弟子，实力深不可测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教主，老前辈让属下带话。说。若您想认错，便亲自去。大业未成，岂能半途而废？属下誓死追随教主。可曾知道是何人假冒幽冥教？从飞辇到施展手段，都与我们相似。除飞辇之上的那名神秘强者以外，其他人较弱。对方擅长魔法，连玄天星芒都与教主的手段相似。而且属下赶到之时发现，他们使用的有巫术手段，应该是很强的巫术修行者。净明道门主默契。净明道默契的确集百家之长，但默契似乎并不擅长巫术。听说大燕宫中有一位强大的巫术修行者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净明道默契已投靠宫中，飞辇之上不止一位高手。不止一位高手，这个推断很合理，但是需要有证据证明。猜测若是有了丁点的差错，势必会影响幽冥教接下来的计划。请给属下3天时间，必定查清事实真相。好。云雀楼并不在安阳，而是在安阳东北方向。九曲黄河修炼圣地并不受城池保护。九曲河水湍流浑浊，一年4季没有鱼。江爱见这家伙是不是撒谎？他敢？转念一想，师傅他老人家也来了，何须害怕？云雀楼，快看！
不愧是云雀楼，竟如此之高。我倒是来过不少次，准确来说是姬天道来过，只不过很多影像都记不清了。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的江爱剑又跟大家见面了。老夫的耐心有限。哎，别，我这就滚上来。老前辈，里面一句。老前辈，请坐。老前辈，别这么看着我呀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说吧。首先感谢老前辈出手帮助李锦衣。李锦衣是你的人？朋友。所以你打算如何还老夫这个人情？被看得心中发毛。老前辈打开看看。今天还真是奇了怪的，人人都喜欢送锦盒。碧落残片。江爱剑居然有这个本事！这是我从皇宫内库中寻获的。第一次去内库的时候，我便发现了碧落残片。听闻老前辈需要，我就再去了一次。碧落残片虽然是残片，倒也是奇特的武器，可以轻松划破罡气，趁人不备的时候，很容易伤敌。能在内库中找到一块残片，算是意外之喜，收获还不错。加上在安阳城之乱，明世英和端木生击杀的目标，已经获得了1900功德点。云散会在云雀楼出现。云散会在云雀楼出现。司务衙散播出风声，云雀楼会有一样宝物出现，名为天蚕手套。恰巧的是，这天蚕手套是云三最爱之物。天蚕手套本是云天罗三宗的东西，云三自诩神偷门唯一传人，却始终无法偷到此物。老前辈，他故意这么做，该不是您授意的吧？你约老夫前来，只是这事儿？不，当然不是啦。老前辈，我很想知道，您选择了哪一方？这家伙说了半天，这才要说正事。这是5位皇子，不，这个不算，还有玉妃。继续。老前辈与大皇子素未谋面，怕是不会选择的。二皇子手下莫离是老前辈眼中钉肉中刺。4皇子常年戍边，宫中势力薄弱，可能性不大。5皇子性格懦弱，成不了气候。玉妃娘娘亦是痛恨摩天阁。老前辈没得选啊。也好，老前辈只要不插手宫内势力，我便放心了。瞎分析了一顿，自己替师傅回答了问题。皇宫已乱成如此境地，宫中的勾心斗角，早晚有一天会蔓延至宫外。安阳便是个例子。你既已离开了宫中，为何要插手安阳之事？诚如之前所言，李锦衣是我的朋友，我怎么可能看着他死呢？李锦衣若死，魏卓言也会死。3军群龙无首，2子震怒，皇室乱，天下乱。你有如此胸怀，倒很适合当这个皇帝。我可没那志向，我的追求很简单，活着，耍剑。这家伙的确是够贱的。龙吟，好剑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剑。它很锋利。的确很锋利。为了测试它的锋利，我已经失去了一把准天阶武器。地阶以下，
都是豆腐。如此甚好。前辈何须为难？万一两把剑都碰坏了，不值得。罢了。出现了一群修行者，从九曲河的对岸朝云雀楼飞去。来了，去看看。师傅，人多杂乱，要不徒儿一人前去？无妨。燕子云三和气狡猾，以明示阴的本事，恐怕很难抓住此人。云三修为不高，却是出了名的偷盗高手和难缠。云雀楼的酒楼上，似乎放着一把短剑，不知道谁会拿到。各凭本事，这九重阵靠的是脑子，而不是蛮力。听说前天有一位来自神都的元神捷径高手，到了第7层就被弹了出去。看，第3层又失败一个。我们上就是。老前辈，偷偷告诉您一个秘密，这云雀楼上放着的不是什么短剑，而是碧落残片2片。碧落残片虽不比天阶武器，但2片一起便可重新铸造。若是铸造得当，必是天阶。哼，难怪这么多人不要命也要往上闯。第6层、第7层，又有人飞出来了。今年的云雀九重阵，怕是不会有人闯过去了。老前辈，要不你试试？老前辈出马，一定轻而易举拿下。你是来拿短剑的？冤枉！天大的冤枉啊！这可是云雀9重阵，上面放的是2片碧落残片天阶啊！情不自禁说话大声了点儿。你们继续。是碧落残片！让开！我先手。碧落残片对于当初的摩天阁而言并不值钱，也正是因此才会被云三得逞偷走。但此物对于外界而言却是宝贵至极的材料。碧落残片不是完成品的武器，而是铸造武器的绝佳材质。只不过铸造过程太难，所以云雀楼下的修行者更多的是想拿到残片卖个好价钱，或者是换点别的东西。好吧，我故意的。人多力量大嘛，云雀楼9重阵不是靠修为便能上去的。所以等他们冲上去拿走碧落残片，我们再杀人越货。嘿，四先生就是聪明。嘿嘿，你是怎么知道云雀楼上面放的是碧落残片？嘿嘿嘿，云雀楼的主人嘛，我朋友。哎呀，有种特别想冲上去将他按倒揍一顿。你朋友不早说，直接上去拿下来不就行了？云雀楼的9重阵一直都在，每隔段时间才会消失，只有那时候才能上去拿。看到九曲河了没有？潮涨之时，阵灭。看不出来你知道的挺多呀。嘿，多谢四先生夸奖。附近的修行者也赶来了。意外！我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。无妨，现在只等一个人，神偷门燕子云三。如此盛况，他会来吗？有没有搞错？这9重阵怎么比去年还难？去年我还能上3层，今年只上了2层。废话，若是不改进，人家白送你宝贝啊！我与此物无缘，告辞。先别走，闯关失败的，要么付钱，要么留下一样东西。你这朋友可真会赚钱。我与此物无缘，告辞。先别走，闯关失败的，要么付钱，要么留下一样东西。你这朋友可真会赚钱。人多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个都没成功。老前辈有何看法？心无杂念。就这样。我又不是来当老师的。第8层的窗口有2名修行者倒飞出来了，是8楼。好，能上到第8层，被弹飞的时候还能有余力自保。
显然是个高手。怎么样？对，传授一下心得和经验。难，很难。就这么多？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。我从未见过如此难闯的阵。你不再试试？不必了，第9层不可能有人闯过去。张某这话放在这里，信不信随便。师傅，我想试试。去吧。谢谢师傅，看我的！小丫头，祝你好运！闭嘴，叫谁丫头呢？乖乖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不好惹呀。老前辈，这丫头……我奉劝你最好别招惹她，你现在可不一定是她的对手。姑奶奶加油！请让让。这姑娘生得俊俏，看穿着和装扮，不像是平凡人家。哦，大概是安阳城中的富家千金，这般知书达理的女秀少见啊。行，老前辈，您就一点都不担心？为何要担心？若是过不去，会被阵法弹飞，轻则元气紊乱数日，重则受伤半载。无妨。哇，他这毫不关心的样子，您不是一直想要找回碧落残片吗？师傅，师傅，我在这儿。怎么可能？姑娘怎么会跑到了5楼啊？而且，看她的状态，似乎一点都不费力气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这从进去到他出现在5楼这段时间并不漫长，也就是说，他进了云雀楼以后几乎没有做停留，一直在往上爬。云雀9重阵，1楼到3楼幻，4楼到5楼迷，6楼到7楼心魔，8楼幻听。这前8楼又怎么可能难得住小师妹？好吧。小渊儿天真无邪，心无杂念，前8楼摒除杂念，自然不会有干扰，这也在预料之中。第9层楼估计没那么好过，因为第9层楼的关卡是一道智商题，就连聪明的我也很难过去。哼，连我们也过不去，这世上是不可能有人过得去的。听声音应该是第8层楼，还不错了。之前那位兄台也是到了第8层，可能第9层设置了新的阵法，等着小姑娘下来问问。师傅，我拿到了！她上去了，姑娘都不如。是啊，也行。你有疑问？第9层的关卡考验脑子，我那朋友说过，整个神都能做出那道题的绝不会超过3人。小丫头，智慧如此之高。你想多了。请4先生明示。一脚踹开便是。兄弟，你怎么了？他们怎么可能不弃？就差那一步。阵已破，物有主。云雀9重楼，明年再会。所有人都认为第9层的关卡最难，但实际上第9层最简单，不过是临门一脚罢了。我被撕破了，冲上去！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啊！小丫头，碧落残片不是你该拿的。梵天灵。哇，丫头变得这么强啊！一身天阶加上又突破了修为，比初见之时强了不知多少倍。九曲河的上方出现了一座幽灵似的飞辇，悬浮在云雀9重楼数百米的高空上，速度如流云。师傅，徒儿去帮师妹。不必，直觉告诉我，燕祖银三很可能要出现了，有可能现在就躲在某个阴暗的角落中，窥视着这一切，又或者就站在这群修行者之中。
恭贺九先生生辰，奉教主之命，送上礼物一份。来者是高手，感知不到确切的修为。这小姑娘到底什么身份？排场一定比我高。修行者如此功效。哎呀，别急。摩天阁司无涯果然名不虚传，那锦盒中的宝贝应该就是天蚕手套了。大师兄送的是踏云靴，二师兄送的是云长礼，七师兄送的会是什么呢？上钩了！3大元神结晶的高手，船上没人。让开！我去随你看看。我去。良田也有。燕子云三要想得到天蚕手套，不会只准备了钩索这么简单的东西。想师妹亦是有可能成为云三的目标。百劫洞明法身，大神通术，手里也有机关。我的，大师兄，云三不在这儿。不在云雀楼，那会在哪儿？小师妹，小心！水里还有机关，带着罡气的弓弩。不必担心小燕儿会受伤，有梵天绫、云长礼衣，加上他元神结境的修为，可以瞬间做到6合道印的防御。擅长机关，不必担心小燕儿会受伤，有梵天绫、云长礼衣，加上他元神结境的修为，可以瞬间做到6合道印的防御。擅长机关，我挡得住，梵天绫。一道赤红色的羽箭以更快的速度拦截了弓弩，是从树林方向射来的。羽箭上同样也有强大的罡气环绕。水下没人，只有一些弓弩，我已全部清理。漏了一根。能够做到这份上，除了一个又一个机关，别无他法。以明世因端木生和江爱剑的修为，又怎么可能感知不到活物的存在？师傅，徒儿幸不辱命，拿回碧落残片。很好，没受伤吧？没呢，回收碧落残片乘2，奖励200功德值。剩下的4片残片，要到何处寻找呢？玉妃娘娘驾到，闲杂人等回避！闲杂人等立刻回避！妾身有礼了。你认得本座？连玉妃都要以礼相待的老者，这是何人？何不上楼一叙？二位，请。江爱剑这货早已不知踪影，罢了，他这是害怕暴露身份，随他去吧。神都3大神射手之一，花月行。刚才那惊天一剑，将九曲河中的黑色弓弩挡住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前辈竟然知道晚辈的名字。若老夫没记错，你本是罗宗门下。哎呀，叛离师门，并不是值得炫耀的事啊！阁主老前辈何须嘲笑晚辈？花月行乃是弓箭好手，为朝廷效力，这是他的归宿。人各有志，勉强不得。说吧，何事？啊，妾身此行有几个误会，想要跟阁主老前辈解释清楚。第一件事，当初派往安阳执行刺杀任务的沈渊，化名王富贵，此人并非妾身手下，而是有人栽赃陷害，趁机挑拨离间。妾身的确来自西域，妾身的姐妹也的确因摩天阁2先生而死，但妾身并未因此记恨摩天阁。阁主老前辈慧眼识人，妾身绝不敢撒谎半句。当初我击杀王富贵的时候，的确怀疑过是否有人从中挑拨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单凭一面之词，不信他。第二件事，沈渊死后，摩天阁与宫中多次摩擦，皆与妾身毫无关系。此事，花月行可以作证。老夫为何要信花月行？
这妾身所言句句属实，阁主老前辈曾与宫中高人交过手，是真是假，很容易分辨。玉妃的身上毫无巫术的波动，若她真的敢与摩天阁作对，有机会孤身一人出现在云雀楼。只不过，你是如何得知老夫会在这里？安阳城乱，妾身多少有所耳闻。能让幽冥教4大护法臣服之人，除了摩天阁的主人，妾身实在想不出第二人。那你可知老夫为何来此处？妾身前来只为化解误会，其他一概不知。云三偷了老夫的东西。云三，就是那神通明唯一传人，擅长探云手的燕子云三。不错。听闻此人身手敏捷，花月行所在的罗宗上下未能抓住此人，老前辈要想抓住他，恐非易事。阴暗中的鼠辈罢了，老夫出手，他便逃不了。师傅出手了！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四四方方的牢笼从天而降，云气波动，出现了共振。不好，暴露了！对不住了，季老前辈，这一招奈何不了我。从今往后，燕子云三的大名将传遍整个大野。这家伙突然就弹射出去，好快！他从方头变成了圆头。等等，刚刚他好像提到了他。快跑！那是摩天阁的大魔头！摩天阁的魔头还愣着干嘛？废物，这就尿了！哼，偷老夫东西，老夫一定不记仇。这么远的距离，是什么进攻手段？巫术，或者某种法术，又或者是神射手才会的手段？我身为神都3大神射手之一，想破了脑袋，也没有想到神射手的何种手段是这样的。你们既然想和摩天阁解释清楚，那为何刚才你没出手？哦，晚辈一时出神，还望前辈见谅。罢了，就算花月行出手，也未必能命中云三。云三的狡猾已经远远超出预料之外，牢笼束缚已经锁定目标，至于能不能命中，只有看脸了。你逃得掉吗？传说中的坐骑。徒儿敬候师傅佳音。再甩出3张牢笼束缚，不确定能否一定命中云三。毕竟再完美的概率学，也无法解释飞球的命运和遭遇。原本打算，若是没有触发概率，那先行放过他。云三逃跑的那句话，让我改主意了。堂堂摩天阁阁主，当今世间第1大魔头，又怎么可能让你轻易逃掉？云三的确狡猾，但是他跑得过彼岸吗？最前方的一道牢笼束缚变得有10米宽，还在持续不断的变大。云天罗3宗合力都没抓住，这么远的距离就想抓我？云天罗3宗合力都没抓住我，这么远的距离就想抓我？我的修为仅仅只是刚跨入神庭，但在纯速度上，堪比元神阶境。这一路马不停蹄，想要追上，必须得打神通术。什么摩天阁，什么魔道祖师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啥玩意儿？3，妈呀！我跳！遁地之术，出发。遁地以后，移动速度大减，元气的消耗也会增加。有避案在，云三插翅难飞。中了。云三，还想逃吗？被牢笼束缚命中之后的修行者，
会被束缚修为，这一点在范修文的身上已经得到验证。带走。老前辈年事已高，孤身一人去抓拿云三，是不是？无需你操心，师傅他老人家神威盖世，云三若是能逃掉，那才是邪门。妾身并无恶意，还望各位见谅。云三被抓住了，神通门唯一传人被抓了。师傅神威盖世，千秋万代。老前辈手段惊人，妾身叹为观止。云三，老夫问你话，你只需回答。是。剩下的碧落残片现在何处？3片在宫中，但这2片已经在云雀楼上，1片在净明道默契手中，还有1片在大空寺里。大空寺的碧落残片应该是北斗天选寺虚了和尚手中的那片。至于宫中的3片，云雀楼和小渊儿拿走了2片，江爱剑从内库拿走了1片，还有3片不知道在哪儿。还有3片，婆婆妈妈，赶紧说！我到底该不该说啊？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难道你不清楚？你可知老夫为何知道他便是云三？妾身一介女流之辈，不懂修行，妾身哪里知道？徒儿也明白了。正好也懒得多费口舌，说看。云雀楼周围的钩索、风筝以及水下的机关术需要提前布置。既然云雀楼的主人来自神都，便和宫中最容易扯上关系。云三一个人做不到这一点，这说明云三的背后另有其人。有道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会是谁呢？对摩天阁有仇之人，对云雀楼熟悉之人。想逃？这次我不会给你机会。师傅，我厉害吧？云三的修为被束缚，这么跳下去也不可能逃走。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做出逃跑的行为？杀人灭口！晚辈不敢，晚辈只想帮老前辈。你以为不说，老夫便不知道？老前辈！还敢玩花花肠子？我要了你的命！老前辈，且慢。让他上来。上来吧。妾身这么做，实属无奈。你肯承认了？云三的确是妾身的人。云三是玉妃的人，所以云三才不敢多说什么。花月行更是想要趁机灭口。师傅，要不徒儿打断他的腿，让他动不了。你说，剩下3片，碧落3片，都在玉妃娘娘手中。玉妃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啊！这么一算的话，宫中的碧落残片实际有4片，江爱剑从内库中拿到的那片已经得手，可以不再考虑。老前辈，花月行手中的这把弓弩，便是碧落残片铸造而成。云三利用妾身的关系，在云雀楼设下多道机关，想要获取天残手套，妾身并不知情。难怪师傅他老人家会示意我对花月行出手，原来是从一开始就看出了些端倪。妾身真要与摩天阁为敌，又怎么敢亲自来云雀楼送死？若是这样，晚辈更不会出手阻止云三。的确是花月行出手，阻止了那道弓弩。晚辈愿将弓箭还给摩天阁。这还差不多。碧落残片铸造得当，2片便可以铸造一把天阶武器。没想到这3份碧落残片，竟只铸造出了地阶弓箭，
时数有些浪费。回收碧落弓需重新炼化，可获得碧落残片乘3。任务进度：回收碧落残片7/8。比想象中的要顺利得多。原本以为碧落残片散落天涯海角，寻找起来要费尽周折，还差最后一片。云三，老夫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老前辈请吩咐，只要能活命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老夫最欣赏识趣之人，既然是你将碧落残片给了景明道，那便由你带回。不去的话很简单，正好我很久没有闻到鲜血的味道啦。不去的话很简单，正好我很久没有闻到鲜血的味道啦。我去，老前辈，我可以去金明道。那啥，能不能把修为解开？师傅，徒儿有话要说。哼，此时不表现，更待何时？说，若是给他解开修为的话，下次要抓住他，恐怕不太容易。他都敢在您面前嚣张，这种鼠辈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但若是封住他的修为，他的本事又无法发挥出来。徒儿可以使用元气印记，今后不管他跑到哪儿都没用。你干嘛？别动！师傅，徒儿已经完成，不过这印记只能持续3个月。老夫便给你7天时间。不是3个月吗？7天，是不是太短了点儿？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7天后，你要是没有带回碧落残片，我便下山追踪你。不管你逃到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，掘地3尺，抽筋扒皮，大卸8块。7天，就7天。老前辈手段通天，难怪摩天阁至今屹立修行界不倒。我辈这就去金明道。时间紧迫，他只不过神庭境的修为，要在净明道的手中拿回东西，不用点心思，几乎不太可能。滚吧！我马上滚！老前辈，妾身还有事在身，先行告退。等等，老前辈有何指教？你似乎并不够诚意呀。诚意？你可曾见过莫离？二皇子的妃子，妾身自然见过，请老前辈放心，妾身心系的是皇上，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哇，玉妃也会吃瘪啊！江爱剑的声音。老前辈，云三毕竟是玉妃的人，若没有玉妃做支撑，又岂敢觊觎天蚕手套？若不惩治，恐怕有损摩天阁的威名啊！摩天阁做事向来睚眦必报，哦不，向来恩怨分明。啊！老前辈早已勘破一切，你还要继续？玉妃娘娘，这是。小心有毒！没想到玉妃额头上的红莲消退，整个人萎靡了下去，昏迷不醒啊！蒋爱剑，你早就知道他被人控制啊？是啊，我得低调行事，他能通过玉妃的眼睛看到这里的一切。毕竟我这么出众，万一被认出来……他没有直接说出自己三皇子的身份。咦，老前辈您好啊！你是说玉妃娘娘是被人控制的？废话，玉妃并非修行者，能在宫里来去自如，服侍的又是当今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，那莫离又岂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？帮我看看头上有没有花，我可不想被控制了。既然他被控制，
那为何不通过玉妃袭击我等？其一，莫离应该是受了重伤；其二，巫术通过傀儡释放，威力最多只有60%。面对老前辈这样的强者，他只能选择退避，所以他才借助玉妃来求和，也算是给自己争取疗伤的时间。莫离如此心思，如此歹毒之人，没入摩天阁真是亏了。好重的杀气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他走的终究是小道，这种叫恶，大道为魔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你们的玉妃娘娘抬走，带回去。你不能走啊？怎么？难不成你打算回去找莫离，当他的爪牙？刘晨，老前辈直呼我的本名，后悔了，后悔了！干嘛要这么嘴欠呢？大魔头慧眼如炬，明明已经看出端倪，不插手也会发展到这一步。更何况，面对的是摩天阁，随便跳出来一个魔头都能要了我的命。老前辈。我叫江爱剑，江河湖海的江爱剑。你倒是很会打如意算盘呀。老前辈，咱们是合作，现在对双方不挺好的吗？恐怕还不够。萧蛇盘算了一下，为了抓云三，消耗了3张牢笼束缚，现在道具卡已经全面涨价。云三只有神庭境的修为，单穿擒获并不假功德，功德积累的难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，等于是血亏。今天这事儿真怨不得我，要怪也得怪你的七徒弟司无涯，这一连串的事儿背后都有他在引导。老夫只知道是你约的老夫。行吧。被讹了，我倒是有件事可以让老前辈心里舒坦点。说，花月行，我本来打算带你出宫还你自由，但现在嘛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加入摩天阁！加入摩天阁！不是我小瞧他，就他这水平，入了摩天阁打打杂还行。连周继风都比他强。自小在罗宗修行，不喜欢剑术、刀术、拳术，偏偏迷恋上了弓箭。这一练一发不可收拾，反而成了罗宗的神射手，成了神都3大神射手之一。打杂？我不服！你不服又咋的？来，我的手下不分男女，走错了别怨我。这家伙的手段已经见识过。而且还有天劫武器。嘿嘿，各位别小瞧了他，花月行在弓箭上的天赋很高，只可惜任人不亲。你要是想加入摩天阁，就给他露一手。我不加入摩天阁。为什么？我宁可回宫受罚，也不愿意入魔道。相信我，宫里的是非远比外面复杂的多。况且玉妃的巫术已解，莫离这个人很危险。难道你打算回罗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。少啰嗦，不就是个皇子身份？赶紧说重点，磨磨唧唧的。好歹我也是皇子，给点面。好，我马上搞定。你是皇子？低调。来，我跟你嘀咕几句。这样，对吧？晚辈花月行，愿意加入摩天阁，求老前辈收留。你还没这个资格。不需要武器，徒手便可凝结成钢。第一次见。太弱。
请将晚辈武器一用。嘿，这次他改成了右手搭弦，凝气成钢，更尖、更细、更清晰的钢气搭在了碧落弓上。物之所及，皆为靶心。哦，十几箭齐发，全中。讲道理，这手是射得好吗？真正的剑术，无不经历沙场。你天赋不错，但锐气不够，想入摩天阁，还差得远。有道理。蒋爱剑，念你拿回一片碧落残片，老夫不与你计较。别忘了你我的约定。恭送老前辈。又得自己飞了，心好累。哎呀，赶紧追呀！你没别的去处。记住我说的话，这世间皆容不下你，唯有摩天阁。哦，家师已经说了，你还没有资格入摩天阁。啊！我要证明我有。好，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那是什么？这就是刚才在云雀楼上给徒儿送礼的飞辇。难道七师兄在？孽徒！不好，老前辈发现我们了！快跑！想跑！一高，目标飞辇。抓捕神偷云三的手段，虽然见识短，还能理解。反倒是这一记雷罡，有惊天地泣鬼神之能。与其相比，那一招树道羽箭，显得很小家子气了。师傅他老人家脾气一上来，谁挡得住？七师弟这是要吃亏啊！七师弟要是在飞辇上，估计跑不了。哇，老七这下玩大了，敢在这里暗中观察云雀楼。孽徒，还不赶紧滚出来！那是天剑武器，此生已无憾啊！再看，打死你们！这次前往云雀楼没有赚到什么功德点，但若是能将老七抓住，那也不亏。教主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远离祭天道，不可以有任何的反抗之心。这绝不成暗网教内的铁律。修为竟然没有一个神庭境以上的，老七司无涯的修为，怕是早就跨入了元神捷境。说明眼前这帮人没有司无涯的身影。元儿，哼，好嘞！让一下，你顶住了，我冲过去！姑奶奶饶命啊！谁是你姑奶奶？小师妹早就忍不住了。三师兄，你说小师妹以后会不会虐待我们呀？应该不会吧？小师妹长大了。但愿。师傅，要不我来揍他们，保证让他们说出七师兄的下落。秒懂，不用，徒儿这就退下。所有的问题，老夫只问一次，若是有一个答案错误，后果自负。教主说了，老老实实配合，不能有任何反抗之心。司无涯现在何处？老前辈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教主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啊。为何躲在这里？教主有令，给九先生送完礼物后，观察后续情况。如此一来，云三的事情基本是由他一手策划。
那么，司无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？如此一来，云三的事情基本是由他一手策划。那么，司无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？师傅，老七这次实在太过分了，敢在背后设局利用摩天阁。徒儿愿意留下追查老七，誓要将他擒住。你恐怕不是老七的对手。在心机上，明世英玩的终究是一些小聪明。谁强谁弱还不一定呢。四师弟已经今非昔比，这段时间与师弟切磋，总觉得师弟比以前更带揍了。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？回去告诉你们教主，若是知道错了，便亲自来。哎，师傅，就这么完了？你有良策？徒儿觉得，倒不如将他们全部绑到山上，每天杀一个。若是老七重情重义，说不定就出现了。事情要是真这么简单的话，何须拖到现在呢？饶命啊！我们只是拿钱办事儿啊！我们连教主的面儿都没见过，求老前辈饶命啊！拿钱办事。真正的暗网，并不是特定组成的帮众，而是遍及每个角落的人。他们可能是渔夫，可能是伙夫，也可能是宫中身居要职的大官。暗网成立至今，得罪的人很多，又怎么可能专门把教众收拢在一起，被人一网打尽？七师兄真聪明，不对，真狡猾。既然如此，此事便交于你。啊，范天林啊，走啦！老四，剩下的就看你了，我相信你。哎，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吧？少女嘴欠。他抽自己耳光，这么狠？毕竟是个魔头，有点不良嗜好可以理解。老子心情不好，只能拿你们出气了。救命啊！三皇子殿下在骗我，不是说摩天阁的魔头并不可怕吗？这个明世英的脾气喜怒无常不说，甚至有点失控。还是三先生最正常。七师弟，你这么做，就不怕师父他老人家迁怒于你？大师兄，安阳城乱跟我没有半点关系，我只不过顺手传递一下消息。师父若是生气，那便生气好了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阴功，可以在瞬间逼退四大护法？若是连大师兄都不知道，那我就更不知道了。不过，师父他老人家毕竟活了1000年，有点保命手段也属正常。言之有理。听闻穿云飞辇重现，于汤子镇大败石屋先贤大阵，依你之见，师父此举何意？按照我的想法，年纪大了，应该好好待在摩天阁，把晚年过得舒服点儿。这般高调，不太合理。暗网的确遍及天下，但唯独摩天阁中没有我的人。老八。不过，大师兄无需担心，师父这次插手安阳城乱，应该是无心之举。真正的目的依旧是云三。无涯师弟，连你也觉得我会对魏卓言下手？师兄此言差矣。大师兄的确最有动机对魏卓言下手。魏卓言一死，就算大言不乱，短期内皇室必定掀起争权夺利的浪潮。皇帝还在，这5位皇子便翻不出什么花来。大师兄向来做事稳重，绝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。这番话甚合我意。大师兄过奖。师弟，师父为了所谓的碧落残片，不惜离开摩天阁，你可知此物有何特殊之处？碧落残片能够轻易划开罡气护盾，也可以成为铸造天阶武器的最佳材料。除此之外，并无特别之处。这不合理。若是没有特别之处，那摩天阁为何要费这么大的劲寻找碧落残片呢？我们也是为你好啊。
来人，属下在。传我命令，安阳一乱之中，凡是骚扰慈家的，一律按照幽冥教的规矩处置。谨遵教主谕令。小师妹能有大师兄这般照顾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小师妹修为不高，却敢与二师弟动手，单论这份勇气，值得嘉奖。大师兄言之有理。师弟明事理。两位上月湖锤子实力，值得教主学习。青龙殿大首座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教主，安阳之事已经查明。说，冒充幽冥教的，乃是净明道门主莫契。他们似乎对这个消息一点都不感到意外，反而露出了一抹笑意。恭喜大师兄，这可是天赐良机。传令下去，1个月内拿下净明道。遵命。净明道门主莫契已受了重伤，净明道高手潘离天不知所踪，仅剩下一名七叶高手尤红衣。以4大护法的本事，拿下净明道指日可待。不过，大师兄并非是鲁莽之人。潘离天，我倒是希望他能出现。没人知道潘离天在哪。传闻潘离天是和黑旗范修文属于同一时代的人，后来不知为何离开了净明道，四处云游。毫无疑问，潘离天是净明道最为年长的高手。大师兄纵横天下以来，很想有一名旗鼓相当的对手。二师兄亦是如此，也希望潘离天是一名合格的对手。当然，师父除外。在安阳，将所有的天书非凡之力耗尽，体质也差了，得闭关，好好参悟天书了。在安阳，将所有的天书非凡之力耗尽，体质也差了，得闭关，好好参悟天书了。还有14170点功德，先囤点卡吧。购买3张致命一击，2400点。果不其然，致命一击再次涨到了1000点一张。换言之，击杀4叶以下的修行者已经不赚了。购买3张无懈可击，1800点。牢笼束缚买了3张，1500点。雷罡卡，算了，先不买了。绝地疗伤补充3张，1500点。功德剩余点数6970。这个点数，想要购买价值2万的8法运通，就有些异想天开了。舒服。关闭系统界面，进入参悟天书状态。好亮啊！姑娘，你为什么跪在这里？老头，这里是摩天阁，想活命的话，早点离开。这摩天阁，你怎么不害怕呀？我为什么要怕？反正早晚我都会加入摩天阁。嘿嘿，这天底下，人人都对摩天阁畏惧3分，巴不得远离摩天阁。嘿，你倒好啊，还要往里贴。大言天下，没有我容身之所。你还是赶紧走吧。一会儿山上的人下来把你杀了，可别怨我。姑娘，老朽看你面相偏善，听老朽一句劝，你不适合摩天阁。一股酒气，我加入摩天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多管闲事。嘿嘿嘿，姑娘，跟老朽说说，
为什么要入摩天阁呀？我没地方去。这句话让我想到了自己。我有地方去吗？没有。四海为家，天为被，地为床，四处乞讨为生。但是人家是年轻小姑娘，又怎么能像老头这般拉下脸，四海为家，像无可浮萍一样？哎呀，姑娘，这里是金庭山。老头，我拜托你，能不能别打岔？要走赶紧走。哎，老朽不走。哎呀，没有酒，这人生就失去了色彩，无聊。这不仅是个乞丐，还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。金庭山上也不知道有没有好酒啊。老朽去看看，兴许他们大发善心，赏一口酒。难道他能越过金庭山屏障？哎呀！哎呀！疼死我了！自讨苦吃，何必呢？三先生说了，老前辈正在闭关，不会见你。你还是走吧。繁星姐姐帮忙带话，就说花月行一日不入摩天阁，一日不离开。你这是何必呢？求姐姐帮忙。等等，老朽想讨口酒喝。没酒，快滚！哎呀，好凶的丫头！还有你，别赖着了。师傅说不收你，那就不收你。我愿意等。那你等着好了，我们走。老朽困了，睡完觉再走。天书的非凡之力回来了。经过这么久的参悟，总算了解了修炼方法。参悟相当于感知元气，获得的非凡之力相当于纳入元气，凝结成钢。唯一不足的是，参悟这么久，只够释放一次，实在是有些可惜了。系统界面6970点，幸运值点数89点。天书的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。抽奖，本次消耗50点功德值，谢谢惠顾，幸运值加1。抽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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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幸运值加1。平静，还好做好了心理准备啊。抽奖，本次抽奖消耗50点功德值，幸运值100点，获得强化版牢笼束缚乘5，强化版绝地疗伤乘3，逆转卡乘5，强化版牢笼束缚触发概率100%，不可购买。强化版绝地疗伤，疗伤恢复60%，不可购买。100点的幸运值，也就是5000点功德。不过这2种强化道具卡还算可以，毕竟不可购买。师傅，云三回来了。情况如何？云三带回了碧落残片，正在大殿中等候师傅。知道了。云三带回了碧落残片，正在大殿中等候师傅。知道了。伤势已经恢复。这段时间在摩天阁一直安心静养疗伤，已经痊愈。徒儿会努力修行，早日踏入元神捷径。这9个弟子之中，目前只有昭月和朱红贡卡在神庭境没有进步了。昭月修炼的是完整版的明玉功，而且他天赋也不差，假以时日进入元神捷径不成问题。参见师父，参见阁主。拜见阁主。右手已经没了。
云三幸不辱命，侥幸拿回碧落残片。回收碧落残片成1，获得100功德值。虽然显示碧落残片8片全部到位，但并未奖励任务完成的功德点。师傅，云三将残片带回，要不要？老前辈饶命啊！老前辈饶命！我已经将残片拿回来了，求老前辈信守承诺啊！景明道现在情况如何？景明道秩序混乱，各大长老相互争权夺利，晚辈趁机混入景明道，寻回了残片。混乱？好像是景明道门主受了伤，一直在闭关休养，群龙无首。静明道高手尤弘一不在。这摩天阁内畅所欲言。3日前，幽冥教2位首座率众攻打静明道，尤弘一被华重阳和白玉清重伤。幽冥教会在这个时候对静明道出手？正斗10大名门几乎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对静明道出手，那便是对10大名门正道出手。幽冥教有这个实力应对其他9大正道的围剿吗？师傅，静明道如今大乱，大师兄此举也会给摩天阁招惹麻烦。于正还进攻静明道，有何目的？这个晚辈就不知道了。幽冥教这些年来一直在扩充势力，中间出了个魔刹宗，也因为太过出挑被摩天阁所灭，如今只剩下段行一人苦苦支撑，不成气候。想起安阳之乱，虽说有人冒充幽冥教，但幽冥教恐怕也很想要魏周岩去死。这样一来，幽冥教更加强大。晚辈已经尽力做好此事，还望老前辈饶我一死。云三这手臂一断，等于断了他的长处，也算是对他的一个惩罚吧。好自为之。谢谢阁主老前辈。啊，我送你下去。哦，谢谢兄台。花长老何在？花长老去了山下，这会儿应该回来了。拜见阁主。无需多礼。我有一事恳求阁主。说。山下所贵女子，我与她有过数面之缘。此女善射，天赋奇高，若她可以上山，对摩天阁只有好处。花长老，你来自云宗，勉强入了摩天阁，云天罗3宗一向交好，你就不怕他也跳进了火坑？他已经无处可去。花长老，这话我不同意。什么叫无处可去？无处可去就要来我摩天阁？哼，当我这什么地方？专收垃圾的地方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来自云宗，入摩天阁的时候也不成些，难不成想要在摩天阁拉帮结派搞内讧？段不生，你休要侮辱我！我花无道还没那么无耻。够了，花月行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但若是连这点性子都耐不住，谈何资格入我摩天阁？我花无道愿以人头担保，有朝一日花月行若有异心，我愿亲手处置。敢用项上人头做担保？他出自云宗不假，但花月行出自罗宗，云天罗3宗同属一脉可以理解，但拿自己的命为一个数面之缘的人做担保，这事能不奇怪吗？花长老，你到底和花月行是什么关系？你俩都姓花。我与他并无关系，还请阁主明察。花长老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本座不想问。花月行要入摩天阁，可以，本座便给他一个机会。是拿下昔日围攻金庭山的名门正派任何一个3叶以上修行者的人头，便可入摩天阁。我就知道你还是有异心，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还谈什么加入摩天阁？哼，
你说你天赋很好，会成为摩天阁的强大助力，可你连一个敌人都杀不了，要来有何用？好，进入摩天阁，那便有这个觉悟。哎呀，学霸，老八何在？八师弟在修葺凉亭，我这就去叫他。徒儿拜见师傅，师傅千秋万世，福寿无疆。摩天阁待的习惯？师傅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家，当然习惯，就没有地方比摩天阁还舒服。我住这儿舒心。真的？徒儿句句属实，不敢有半点谎言。和大家相处如何？今儿师傅是怎么了？这般嘘寒问暖，别扭。师兄师姐都很照顾我。小师妹，小师妹温柔可人，大家待我都像家人一样。和老七相处的如何呀？很好，特别好。老七一直对我很照。老七？师傅冤枉，徒儿跟七师兄没关系啊。那你说说看，老七是如何得知为师的行踪的？老七是如何得知为师的行踪的？老七的眼线遍及唐园每个角落，他当然知道。那你觉得摩天阁中谁会是老七的眼线？好，八师弟，原来是你！师傅，请听徒儿解释。师兄，我快撒手！为师就听你如何解释。乌鸦师兄，叛徒！他向我发誓，绝对不做不利于摩天阁的事，甚至还说要帮摩天阁，所以徒儿才不小心透露了师傅的行踪。他这么说，你就信了？师傅，说老实话，徒儿在猛虎岗的时候，一直都是七师兄在照顾徒儿。七师兄是喜欢玩弄心计，可他的确没害过同门，大师兄和二师兄都很欣赏他。我在说啥呀？这下完了，轻则逐出师门，重则半身不遂啊！他说的的确是事实。这些孽徒除了叶天心勾结正道修行者以外，其他人的确没有对摩天阁做过不利的事。不过，这种孽徒必须得严加调教，将他押入思过洞，今后每日杖责50，束缚修为。徒儿领命。徒儿谢师傅开恩。严加管教朱红贡，获得200功德值。走吧，老八，刚刚没伤着你吧？没事儿，谢谢三师兄手下留情。那就好，下次我就不留手了。瓜都吃完了，是时候研究一下碧落残片了。师傅，何事？这老乞丐宁死不走，花月行都走了，他非要他扣酒喝。小师妹，金庭山可不是阿猫阿狗随便进的，快把他丢出去。我丢了，可他自己走进来了。自己走进来？我觉得奇怪，就带他上来面见师傅。金庭山的屏障是由特殊的阵法组成，岂会被一名老乞丐走进来？这种事马虎不得。就是他。酒，老朽要喝酒。姓名潘离天，种族人族，修为废除。晋宁道门主莫契和高手游红衣被幽冥教重创，要不了多久，晋宁道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一直在好奇潘离天在哪。晋宁道最神秘的高手和范修文同一时代的强者，却在一夜之间消失，不知所踪。没想到会出现在摩天阁。快，老朽等了好久的酒。老东西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丢出去？哎呀，小丫头，
这么凶，不好，不好！拿酒来。徒儿这就去。师傅对一个陌生老乞丐态度竟这么好。救！你就是摩天阁的主人。摩天阁的酒，100年陈酿。好酒啊，真是好酒啊！想喝吗？想，老朽太想了。如此甚好，你既然知道这里是摩天阁，还敢闯进来？哎呀，知道，老朽烂命一条，不在乎。烂命？你没有修为，如何避开的屏障？老朽也糊涂，老朽就是一普通乞丐，哪里懂什么屏障？堂堂净明道第1高手，竟落得这般田地，本座不知该不该高兴。蓬头垢面，浑身气息全无，潦倒衰老的老乞丐，会是净明道第1高手？老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老朽只想喝好酒，睡个好觉。真不打算承认？老朽就是一乞丐，哎呀，真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师傅，他不肯承认，徒儿可以揍他。并不指望他第一时间承认自己的身份，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些年来潘离天经历了什么。若他是伪装潜入摩天阁，那他这一身修为又如何解释？没了修为却敢来摩天阁，那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你承不承认不重要，本座能告诉你的是，净明道如今危机四伏，要不了多久便会从这个世界中永远消失。阁主的语气不咸不淡，甚至有些冷漠平静。就算整个天下亡了，与摩天阁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好酒，老朽只想喝酒。净明道消不消失，与老朽无关。默契重伤，游红衣重伤，净明道如今混乱不堪，你就真的一点儿都不在乎？不在乎。连同门都可以舍弃不在乎，这一点都不像是曾经的潘离天。他明知道可能会被识破身份，却还愿意来摩天阁，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呢？显然，潘离天不怕死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，现在的潘离天就是烂命一条。现在的潘离天就是烂命一条。看着他。谢了，好酒。师傅，这老乞丐真的是那个什么潘离天？他说不是，那便当他不是吧。到底是还是不是？我真有师兄说的那么笨吗？只有5份碧落残片，还有1把碧落弓。要触发系统的任务，就需要把碧落弓炼化，重新拆分。还有2张炼化符，炼化符可以让武器重置，回归到未认主的状态。就算炼化符能够提供特殊的能量，将武器熔炼，但并不能拆分出碎片呢。这意味着需要主动提取碎片。哎呀，试试看吧。阁主的房间烧起来了，要不要去救火？司先生说过，阁主的密室里发生任何事都不要去管。可万一阁主火越烧越大呢？烧了1个小时，
不会渣子都烧没了吧？烧了这么久建筑也没受到伤害，可见阁主的强大。这样的锻造手段和低劣的辅助材料，又怎么可能锻造出好武器？难怪3份碧落残片没有锻造出天级武器。回收碧落残片乘3，获得功德300点。收集碧落残片任务完成，奖励1000点功德。是否合成碧落残片？这8份碧落残片原来是一样东西，合成。这到底会是什么东西呢？获得武器碧落刃，获得天书开卷。这匕首比之前的碧落残片要大一些，整体看来依旧偏小巧玲珑。可惜的是，系统并未提示这把匕首的认准目标会是谁。现有的武器有魏明、斩命刀、泪痕香，除了魏明，剩下的武器都可以给徒弟们。毕竟徒弟们强大，等同于我这个师傅强大。现在就只有5徒弟昭月和8徒弟朱红贡没有武器，要怎么分配呢？昭月是女孩子，斩命刀比较大，不太雅观。泪痕香化成拳头以后，似乎更不雅观。这2样武器乍一看更适合老8朱红贡使用，但是朱红贡刚会魔天阁，性子还需磨练，在他没有一心之前，不打算给他武器用。这么一盘算，也就只有昭月最适合碧落刃。只不过，昭月现在的修为还没有到元神结境，无法驾驭天阶武器。魏明试一下碧落刃。山主，这碧落刃起码也是天阶，要是被毁掉，就太可惜了。天书开卷上，难道是和3卷天书有关？人字卷天书处于点亮的状态，至于地字卷和天字卷，依旧是暗淡无光。打开人字卷天书，众生言音神通，安阳城之乱。脑海中蹦出来的天书便是这一行字。那么，天书开卷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继续参悟天书试试。若一切法灭禁止神通，亦得灭禁止通过。小丫头，你天天盯着老朽，不腻啊？师傅说了，让人看着你。对了，你是怎么进入屏障的？你想知道？没人。你知道老朽最欣赏你什么吗？什么？坦率、真诚、不做作。嘿嘿，我师兄都这么夸我。那你能不能告诉老朽，青青山上有没有一个姓潘的？有啊。在哪儿？就是你呀。老朽是说别人。你是说潘正？啊，你不提我都没发现。你姓潘，他也姓潘，你是他爹？哎呀，老朽不姓潘，就是随口问问。那就奇怪了，潘老头，你就是一个普通老乞丐，就不怕我师父杀了你？都说了，老朽不姓潘。好吧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进入屏障的？再精密的渔网也有缝隙。小丫头，潘仲死了吧？他命大，遇到了我师父。要不是我师父赐他6阳功，估计早就死了。那就好。在山上过得如何呀？放心吧，你儿子过得好着呢。老朽真的不姓潘，况且老朽一把年纪，又岂会有儿子啊？丫头，再给老朽许点酒，100年的陈酿，好不好？好吧，看在你孙子的份上，给你试点。金庭山4周的屏障能量都被那道漩涡慢慢吸收了，快通知花长老、3先生、5先生还有9先生。是，5天
天阁可是我们的家，不能出事。难道老魔头打算汲取屏障的力量，强行维持修为？阵眼，在摩天阁顶尖处的漩涡，便是金庭山屏障的阵眼。这个阵眼可以控制整个金庭山的屏障。同样，阵眼也是修复阵法、灌输能量的地方。但是眼下能量正在被吸收，是什么情况？这是要削弱金庭山的屏障，减弱防御力量。摩天阁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样下去，屏障一旦消失，名门正道再次联手进攻，摩天阁如何抵挡？漩涡带来的震动越来越强烈，过去看看。当前阶段，摩天阁是我唯一的容身之处。摩天阁若是出了事情，我也无处可去。当前阶段，摩天阁是我唯一的容身之处。摩天阁若是出了事情，我也无处可去。怎么有一个老乞丐？你是何人？这人怎么感觉曾经长得很丑很吓人？老朽讨口酒，好酒，要不要来一口？你还没有回答在下的问题。老朽是谁不重要。你好像受了很重的伤啊。与你无关。老朽走南闯北，阅人无数。小伙子，别这么冲。你叫我小伙子？小小后生晚辈，有眼无珠，我不与你计较。老朽也不与你计较。岁月是把杀猪刀，把人杀变了模样。花长老，你见多识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阵眼出事了。自从上次正一道和天剑门来捣乱，师父凭借一己之力将阵眼修复，按理说不应该出事才对。当日我也在场，曾亲眼目睹阁主修复阵法。不怕不怕，阵法就算散了，那些正道也不敢过来。师父还在闭关，这样下去不行。可惜老四不在，不然让他想想办法。宁世隐虽然都是小聪明，但他急中生智的本事是不错。怎么回事？屏障震动，这意味着屏障的能量进一步被漩涡吸收。漩涡越来越大了，不能继续下去了，此事必须上报阁主。阁主，师父，师父，花无道有事求见。以元气传音的方式，即便隔着石门，只要人在里面，也一定能听得到。难道师父不在里面？如果不在密室里，那会去哪里？别着急，容我感知一下。修行者达到一定境界，只要周围有生命物体存在，全力感知之下，也能察觉目标的存在。除非对方的修为远远大于感知者，可以隐藏全身的气息。不过花长老是七叶强者，由他感知最合适不过。况且师父他老人家没必要隐藏气息。如此间的感知方式，基本可以确定里面有没有人。里面很安静，就像是没有人似的。继续感知。花长老，花长老，情况如何？我感知到一股强烈的能量正在急剧收缩，从密室的上方形成了漏斗形式，不断往下汇聚。阁主可能走火入魔了。走火入魔？修行者界中，走火入魔者不胜枚举，修为出了差错，修炼功法出了偏差，经脉、丹田、气海皆会受损，轻则半身不遂，重则修为尽失而亡。这怎么可能？花长老，你别瞎说。里面的气息和元气波动极其紊乱，我能感觉到屏障上的能量正通过阵眼往密室中汇聚。我若是不相信，自己一探便知。果然像花长老说的那样，里面的元气混乱不堪，
这的确是走火入魔的征兆。三师兄，快想想办法，这样下去不行。有2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一，我们强行破开密室，用大家共同联手将混乱的元气稳定下来。但混乱的元气会形成反噬，由我们共同承担。第2种办法，那就是等。走火入魔者尚有一线生机，修炼过程中强势逆转，突破修为。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低。那还等什么？破开密室！三师兄，快！既然如此，那便选择第1种，元神结境以下修为者速速离开。我同意。我留下，其他人离开。师父一旦出了事，摩天阁的灾难便真正来临，屏障的能量波动比之前更剧烈了。看来这么多年过去，你始终没有放弃对永生的追求。生老病死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，有些人呐，总想着打破真理，何必呢？老东西，你如此看得开，为何不从这里跳下去，一死了之？小伙子，老朽也没几年可活了，倒是你年纪还小啊。等你到了老朽这般年纪，该懂的自然都懂。本座纵横天下之时，只怕你这老东西还在娘胎里。娘胎？敢这么说老朽的？小伙子，你是第1个。敢这么说本座的，你也是第1个。小伙子，别这么大火气。哎，喝口酒，百年陈酿。雄壮的力量正在削弱，收拢的元气却极其混乱。摩天阁内怕是有人走火入魔。老朽困了，希望醒来的时候还有酒喝。那但愿如此。动手吧！我虽是7叶高手，但在进攻方面不如段木生。没想到这木门如此诡异，竟能扛得住你这一击。毕竟这是师父常年闭关的地方，加上这里的构造以及细微的阵法布置，一般的修行者很难破开。一击不成，那就2次；一击不成，那就2次。再来！别急着靠近。密室的上方是一个正方形烟囱式的通风口，金庭山屏障的能量也是由这个通风口全部涌进来。阁主似乎对外界的事全然不知。师父这是怎么了？走火入魔，元气混乱，阁主大概是想要利用屏障的力量抵御体内混乱的元气。现在怎么办？我来打断屏障的能量，堵住通风口。你们接阁主出去，记住，刚不离体。好。六合道印。上！上！放肆！那蓝色海水一样的能量瞬间成钢，宛若蓝莲盛开，向四周倒逼。好可怕的能量！百劫洞明法身2爷。这一声放肆并非是阴功，虽然和安阳城慈府那一声滚字大神通不可同日而语，但也蕴含着元气的能量。那是什么？主身边瞬间凝结绽放的蓝莲。不好！蓝莲一开，四周罡气倒逼的力量顷刻间增加了数倍，他们扛不住。六合道印，7叶法身。
有个道子几乎毫无抵抗之力，被诡异的能量击溃。花长老，失败了，还是突破了？哎呀，跟老朽有什么关系呢？胡鑫研究了20年的防御道音，没想到一招雷罡便破了6合道音。仙仙大阵之后，我也颇得领悟，逆境中突破8字变9字。这段时间也在找机会向阁主讨教几招，可是现在机会还没找到，就已经败了，败得如此彻底，败得毫无悬念。屏障的力量，修行者本身绝不可能产生这么强大的力量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，是金庭山屏障力量的灌入所致。阁主，师父，阁主，好大的胆子！阁主息怒。师父息怒，金庭山屏障能量道观，阵眼已开。徒儿以为师父走火入魔，这才擅闯密室，还望师父恕罪。分明记得自己一直在参悟天书，获得天书开卷以后，参悟状态也和以前有所不同，可以说是更投入、更沉浸。可是睁开眼的瞬间，看到了3名徒弟擅闯密室，本能之下触动了天书的非凡之力。金庭山屏障和之前相比的确减弱了不少，我一直在好好参悟天书，怎么就会把屏障的能量汲取了进来？这波参悟实属有些可惜啊！屏障的力量和天书的力量相冲，密室也毁了。擅闯密室，该罚。刮无道、端木生杖责30，赵月杖责20。徒儿领罚。半个月内将密室修复。徒儿遵命。阁主在修行上可有不舒服之处？你在质疑本座？花无道不敢。刚才情形的确危急，想必是阁主神威盖世，造成走火入魔的假象。没必要在这方面上做过多的解释，毕竟天书的事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只不过，天书的非凡之力，除了阴功以外，居然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一招击退4人，6合道印如同脆豆腐一样被碾压粉碎。走火入魔？老夫在这里参悟的好好的，怎么就走火入魔了？是我等判断失误。屏障情况如何？还未来得及查看。刚刚那道奇观你看到了吗？万一阁主有什么事，要么生，要么死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摩天阁要出事了，就没有酒给你喝。有道理。老朽希望啊，摩天阁平安无事，阵眼四周平静如常。之前的屏障就没能挡住我，现在的就更不可能了。拜见阁主。摩天阁的辉煌将一去不复返喽。收拾一下。是。你没事儿？你很希望本座有事？哎呀，不希望。哎呀，你要是出了事儿，老朽就没好酒喝了。就知道喝死你！哎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可惜什么？这么大动静，老朽还怕睡不安稳。本座可以让你睡得更安稳。老朽现在睡得就挺安稳。是吗？师父，你以前说不要欺负老弱病残，徒儿揍他合适吗？
为师有说过这话？没有，是徒儿记错了。小丫头，别过来！嘿嘿，别怕，我打人不疼的。小丫头，别过来！嘿嘿，别怕，我打人不疼的。老朽服了，老朽服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你以前是修行者，普通人的身体素质再怎么强横，也不可能挡得住小渊儿的这顿揍。但经过淬体的修行者，却完全可以挡住。修行者修为被废除以后，淬体的强度还在，身体的强度、抗击打性都要比真正的普通人强很多。这一揍，现出了原形。哎呀，哪有什么修行者呀！老朽皮厚，一年四季皆是如此。哎呀，几拳而已，受得住。到这会儿还装，那要不要再给你松松筋骨？想在摩天阁睡得安稳，便要遵守摩天阁的规矩。老朽最守规矩。如此便好。以你的身份和地位，大可好好享受晚年，为何会沦落至此？当乞丐多好啊！嘿，不要脸就能有饭吃。你的确不要脸。老朽脸皮不厚，吃饱喝足，老朽自己滚。滚？何处？嘿。四海为家。喝了摩天阁的酒，还想走？眼前这位摩天阁的主人少了很多暴力之气，语气和神态相较于以前平和了很多。只是这种平和似乎比暴力让人更加头皮发麻。本座既然留下你，那便养得起你。哎呀，老朽不过是一乞丐，烂命一条，什么都干不了啊！就算是一张桌子、一头猪，都有它存在的价值。有道理。不对，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呀？猪的价值不就是杀了卖猪肉啊？要杀老朽。摩天阁做事一向如此。这句问话的意思，老朽想起了一位故人。什么故人不故人的？你孙子好着呢，这段时间不在摩天阁，等几天你们就能见面了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老朽见了他再做决定。哦，你的孙子在摩天阁？潘仲的爷爷。潘仲人不错吧？就是天长得很像潘仲爷爷呀。原来是潘仲的爷爷呀！老朽不姓潘，老朽真的不姓潘呐！说话的语调也很像，真的是潘仲的爷爷。师傅，他不过是个普通的老乞丐，为什么要留下他？他还有用。四师弟至今未归，摩天阁又出现这般动静，徒儿担心外敌趁虚而入，徒儿愿意自损修为，修复屏障。屏障虽减弱了一半，却也不是鼠辈放肆之地。师大名门正道，若是敢再围攻金庭山，我不介意再多用几张卡。都散了吧。徒儿告退。告退。参悟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天书的非凡之力的确很强大，但为什么会引动屏障的能量倒灌呢？根据参悟的感觉来看，威力会随着参悟的推移逐渐增强。也就是说，天书开卷是开启参悟神通的条件。圣灵寿命5236天，
少1000天。金庭山的屏障力量强行灌输体内的时候，需要极其强大的身体和修为才可以承受得住。想来，寿命是被屏障的力量消化了一部分。这波参悟真是血亏呀！使用逆转卡。师傅又出事了。难道真的走火入魔了？哎，不用管，吃一堑长一智。师傅他老人家搞出的动静还少吗？继续参悟天书，和密室中的参悟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了。这大概也是参悟天书得到的提升之一吧。师傅，将爱剑飞书。何事？徒儿念给您听。老前辈，金庭山屏障闹这么大的动静，已经传到了10大派，局势恐怕对摩天阁不利。老前辈，给晚辈透个底，好让晚辈有个心理准备。师傅，徒儿觉得江爱剑这个人就是个墙头草。飞书江爱剑，本作大限之前，谁也不能染指摩天阁。徒儿遵命。等你。七师弟，你是说金庭山的屏障力量削减了一半？我的人传递消息不会有假，只不过不知道内部的情况。老八似乎断了联系，原因？能量倒灌，应该是有人汲取屏障的力量。在这摩天阁，除了师傅，谁还有这个胆子汲取能量？为什么就不服老呢？强行汲取能量，勉强能维持强大的修为，但势必会影响寿命。若真是这样，师傅他老人家恐怕要麻烦了。强行汲取能量，勉强能维持强大的修为，但势必会影响寿命。若真是这样，师傅他老人家恐怕要麻烦了。大师兄要帮师傅，帮与不帮意义不大。七师弟，依你之见，摩天阁局势不利，谁会第一个忍不住？10大正道撇去七星山庄和丹心宗，这2宗门不过从中摇旗呐喊，与魔道仇恨不深。剩下8大派，天剑门、正一道、净明道、天师道源自道门，若易安、横渠学派、镇仓学派、端灵学派源自儒门。后者向来手段柔和中庸，与魔道的冲突不多。说重点。天剑门，天剑门门主骆长风已死，大弟子周继风已经叛离，反而加入了摩天阁。天剑门的确对摩天阁恨之入骨，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人。大师兄真不打算出手？当初叶天心的偃月宫被魔刹宗围剿的时候，大师兄也是没有出手。摩天阁局势如此不利，大师兄依旧无动于衷，指望大师兄出手似乎不太现实。唉，大师兄还在记着那件事。你大师兄我一向宽容大度，二师弟多次杀了我的人，我可有一句怨言？更何况是师傅他老人家。您就差挥刀找二师兄决斗了，这还叫没有怨言？大师兄说的对，即便我出手逼退天剑门，那10年以后呢？如今屏障减弱不出5年，摩天阁会再遭大劫。自从离开摩天阁以后，10大名门高手共组织了不下5次对摩天阁的进攻和围剿，谁都不知道下次围剿什么时候会来。有不少强者都在等待机会，等待师父寿命的大限，而这次屏障的动静，等于释放出了明显的信号。5年后，大言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哈哈哈哈哈！七师弟想得太远，没有意义。对于我而言，眼下需要处理好的是净明道。教主，净明道默契早已逃遁，现在只剩下尤弘一苦苦支撑，顶多再过10天便可拿下净明道。很好，可有潘离天的消息？
属下抓了不少净明道修行者，严刑拷问，全都不知道潘离天早在数百年前离开净明道，至今未归。什么原因？不太清楚。师弟对此人好奇。净明道在大师兄的围剿下苟延残喘，潘离天乃是净明道第一高手，他没道理不会出现。所以我猜测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潘离天已死，这种可能性很小；第二，潘离天和净明道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如此说来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只不过，这些对于幽冥教而言已经不重要了。潘离天不出现，净明道会更快灭亡。若是出现，反而很期待和这样的对手来一场巅峰对决。传令下去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谨遵教主谕令。3天的时间，非凡之力恢复了有1半左右，想达到饱满状态，需要7天到10天的样子。修行之路漫漫，这种事急不得。看看价格，好在没有涨价。这是遗失的钥匙，脑海中所有记忆都没有找到钥匙的线索，难道又和那部分缺失的记忆有关？既然是寻找遗失的钥匙，那应该是用来打开某种柜子、箱子之类容器的。摩天阁似乎只有密室和北阁的仓库是存放箱子的地方。不过，这也验证了一种想法：穿越之时的很多东西，或许压根就没有消失，而是因为种种原因散落各处。那么，这把遗失的钥匙，也应该是齐天道的物品之一。师傅，有未署名的飞书。在云雀楼获得的物品，小月儿似乎没有佩戴。天蚕手套何在？不好看，放南阁里了。念，那天蚕手套对于小月儿的加成不是很明显，由他去吧。净明道已被幽冥教围剿，门主莫契负伤逃至圣溪湖畔，潘仲已经前往，有危险，哈哈哈。江爱剑这家伙应该是不方便飞书。是江爱剑这家伙的飞书。呸！我想起来了，他每次后面都有哈哈哈。能够在飞书过程中留下较为明显的个人风格，算是生存经验的一种，类似摩斯密码。潘仲这家伙去圣溪湖干什么？没事找事。老3、老4何在？在南阁躺着呢。擅闯密室，长则他们是轻的。让老3去打电。合着就去。不过是皮肉之苦，这3天的修养早就该好差不多了。潘离天，老朽不姓潘，自己看。危险！你现在还能睡得安稳？潘仲已入摩天阁，阁主不打算救他。潘仲的确入了摩天阁，但这不代表本座要救他。为什么？本座赐他6阳功抵消3阴式苦寒，他本可以成为摩天阁得力干将，却擅自离开。若是摩天阁人人如此，本座如何服众？摩天阁的规矩是，一招入了摩天阁，便要斩断所有过往。坏了规矩，落得任何下场都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人。阁主好。你到底是他什么人？这老朽早在200年前便已不是潘家族人。你来摩天阁只是想看他？你来摩天阁只是想看他？老朽没有几天可活，临死之前的小小愿望罢了。入我摩天阁，你便可以顺理成章去救潘仲。哪怕我已经离开了净明道数百年，但在外界人的眼中，一直都是净明道第一高手。很多人都在等待着我的回归。
若是入了摩天阁，这岂不是让修行界笑掉大牙呀？最关键的是，现在修为尽废，摩天阁又看上我哪一点？本座手中正好有一片黑木莲。老朽是来蹭吃蹭喝，怎么感觉把自己蹭进来了？黑木莲虽然无法彻底恢复他的修为，但最起码能够让他恢复2-3成。我就不信他不会心动。师傅，3师兄已经到了。不着急。什么意思？感情老朽好像被套住了。姜还是老的辣呀，老朽自愧不如。酒管够，管够。百年陈酿，百年陈酿。好。你4师兄可有消息？师傅，4师兄到现在也没回来，一定是玩的忘记回来了，别狠他。话多。明世英去追查司无涯的踪迹，也是一件好事。而且，明世英的忠诚度一向稳定。若是幽冥教追击晋明道，要除掉游红衣这样的高手，于正海极有可能也会出现在兽溪湖畔。这可是大好的机会。哼，这强化版的牢笼束缚，就是专门为这几个孽徒准备的。传令花长老，本座要去一趟兽溪湖畔。徒儿遵命。花长老就不必去了，我想去看看。范修文，总觉得这个人怪怪的，有点发怵。范修文已死，这世上只有冷罗。好吧，你就是300年前黑榜第1的冷罗。他这副姿态透着很明显的意味。小东西，现在知道谁才是小屁孩了吧？不错，不错。后生晚辈有眼无珠，不与你一般见识。他也不小了，看中了爷爷呢。晋明道第1高手。晋明道第1高手，是修行界人尽皆知的修行天才，那是和我冷罗同一时代的人。潘离天。弟子没有否认啊。这气质已经说明他曾经何其风光。半斤8两，谁也不比谁年轻。冷罗，你伤势未愈，只恢复了4成左右，还要去兽溪湖畔？请阁主应允。冷罗虽有伤在身，但自保足矣。你自保是够了，谁来保护老夫啊？想看看莫欺？冷罗对莫离是真的恨之入骨，这么多年被操控，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接受。老朽只能好好看戏了。3师兄，稳着点啊！第一次，师妹勿要见怪。多谢冷前辈。他的修为终究是没有恢复，还要帮忙驾驭飞辇。哎呀，老朽这辈子没坐过这么威风的飞辇，好啊，好啊！元气均匀灌输，舵盘不要乱动，目视前方，调整节奏。徒儿明白。被几个大佬盯着，好尴尬呀。4师弟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来人，可有抓住潘仲？潘仲这叛徒太过狡猾，一路尾随，到现在还没抓住。加上幽冥教步步紧逼，弟子也不敢肆意搜寻。于正海欺人太甚。安阳城一战之中，幽冥教的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。如今于正海又攻打净明道，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净明道7峰尽数被灭，
整个宗门除了我，就只有10多名心腹弟子。门主息怒，受西湖有莫离大人布下的阵法，于正海就算再厉害，也不敢擅闯这里。宫中可有来信？莫离大人说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必有转机。门主，小心！无妨。若非安阳一战中被阴宫大神通阵伤了内府，本座又岂会如此狼狈？那天安阳一战中，滚字大神通逼退了所有人。可惜，来不及看清楚到底是何等高手发出的阴功，不得已迅速逃离。门主，现如今潘仲已经是摩天阁的人了，我们抓他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摩天阁的大弟子于正海杀了净明道多少人？况且潘仲本来就是净明道的叛徒，死不足惜。门主，幽冥教的人来了！幽冥教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莫去，束手就擒吧！不要理会，迷离大阵，何当幽冥教？莫去，净明道当了朝廷的走狗，就该知道必有这一天。幽冥教趁人之危，还敢大言不惭，想要拿下本座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救不了你。莫去，净明道当了朝廷的走狗，就该知道必有这一天。幽冥教趁人之危，还敢大言不惭，想要拿下本座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净明七子可有消息？回门主，7位师叔和尤长老没有追上来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宫中支援何时到来？已经飞出宫里，但没有回应。门主，于正海虽然强大，但他也有弱点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……你想投靠摩天阁？弟子不敢。你以为摩天阁能奈何于正海？那老魔头若是真有本事，岂会容忍于正海逍遥快活？唉，眼下我们只能等宫里的支援。门主，幽冥教退了，太好了！门主英明，这华重阳不过是狗仗人势之辈。莫欺老匹夫，你牛，我认输，告辞。那首座，你说什么？快逃！哦，出发！不对，那是什么？摩天阁。门主，摩天阁此举何意？警告！欺人太甚！门主，您咳血了。减速没控制好，抱歉。海老头，你死了吗？我晕船，让我躺会儿。师傅，前面便是寿溪别院。寿溪湖畔乃是宫中贵人闲暇之时游玩休憩之地，净明道默契为何出现在这里？你是黑旗之首，直属皇帝，连你都不知道？黑旗只负责执行任务，从不过问朝堂之事。默契莫离，依你之见，二者是何种关系？据我所知，莫离是女人，一个善于蛊惑心智、巫术强大的妖艳女人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冷罗纵横天下多年，不曾想也着了这个道。本座记得默契有一兄长，早年分离，消失不见。不管男女，都得死。如此甚好，莫离便交给你。多谢。能让这般人物臣服，真是让人赞叹不已呀！自己修为被废，没得选择入了摩天阁，冷罗也应该如此。那么未来冷罗恢复了修为，又会如何呢？师傅，到了。师傅，我与几名女弟子维持飞辇的悬浮。除了2名徒弟以外，
这次是真的老弱病残团，只怕是想要节省点道具卡都难啊。有阵法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些凉亭按照八卦的方位建造，别院四周有明显的元气波动。净明道高手之中，并没有人善于建造这么大的阵法，所以极有可能是巫术大阵。受教。后生晚辈纵使天赋过人，在这些老怪物面前，阅历见闻始终少一些。这阵仗看起来不简单呐，还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阵法。你懂巫术？哼，净明道最不缺的便是巫术类的典籍，但不管哪种，都可以找到破解之法。净明道的门主莫契和莫离这般关系，有巫术典籍不奇怪。只不过净明道乃是10大名门之一，很难让人将二人联想在一起。那你可知如何破解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瞎扯这么多干嘛？浪费时间。拜见老前辈。一眼扫过去，竟然连一个元神结界的高手都没有。让莫契那个老贼出来！不知各位驾临寿熙别院有何贵干？清理一下。徒儿领命。师傅，徒儿完成任务。默契，佩服。雕虫小技而已，神庭便可做到。但是能将阴空以如此细微的控制送到每个角落，没有数百年的沉淀又岂能做到？修为境界是一回事儿，技巧和经验可不是境界所能比的。比一般人的马屁舒服多了。倚天刀！哟，这老匹夫！师傅，徒儿愿打头阵，绝地3尺，也要把这老东西挖出来。不必。摩天阁欺人太甚，此仇不报，枉为人。这个声音渐行渐远了。想走？我修为还没恢复，独身下去尝试兽西湖的阵法，怕是不妥。潘离天就更别指望，会使用什么手段呢？立案！这是都是一把年纪的老怪了，漫长修行岁月里，不是没有大把时间去寻找坐骑。可惜这东西可遇不可求啊！迷雾森林很多凶兽压根儿不适合骑乘，更别提遇到这种珍贵的传说中的坐骑。找到他！敢问阁主，此物是如何得来？他们也是曾经想要接近这种珍稀坐骑的人。本座曾前往迷雾森林，历经300天，穿过无望之地，一路斩杀数万猛兽，最终侥幸遇到彼岸，又花了近数月时间，将彼岸驯服。什么是强者？大概这便是了。单纯靠身体的强度，将寿熙别院的建筑撞得七零八落。若是全力爆发，神庭境修行者不是他的对手，防御力也很强大。当然，也没机会测试碧岸到底有多强，只是根据眼前的战斗力大概估算。等自己实力强大了，陪他玩玩，摸清楚坐骑的真正战斗力。还有修卷，我们一起上！祖藏之术，此拳法！喂！再见了，可爱的小猫！住人了！好强的防御！传说中的坐骑果然名不虚传。住手！我天阁欺人太甚！老匹夫，你们围攻金庭山的时候，
怎么就没想过欺人太甚？宁可玉碎，不能画全。在那里，大阵开启了，彼岸，回来。本想再次使用白泽，毕竟白泽的能力可以顷刻间将这大阵削减下来。但转念一想，暂时还没必要。莫七竟掌握了这种邪门功法，真是令老朽太失望了。莫七，你终究还是走上了邪路。邪路？此乃吞噬之法，以汲取精血、他人的元气，滋补自身的邪恶之法。退吧，退！避其锋芒，乃明智之举。老朽赞成。此法一成啊，不死不休。可有看到潘仲？没有。别来了，那就一个都别想走！听我一言，避其锋芒。我感受到体内元气达到从未有过的巅峰状态，一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自信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敌吗？满满全身的元气直冲脑门，我甚至已经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，那身体有点眼熟。击杀一名元神绝境目标，获得1500功德。金明岛的高手众多，就算是我自己也完全没这个自信，一巴掌将门主拍死。况且莫七启动了阵法，进入了癫狂状态。装腔作势，还不是被我师父一巴掌拍成灰？走。传令！师父，没有人了。这丫头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器。你在夸我？能入老朽法眼的没有几人，你的确算得上，天赋也不错，不出5年便会入元神境。外界洞明法阵。你离开修行界太久，怕是不知道这丫头的名声。慈渊儿，10岁入金庭山，1年之内入元神。这普天之下能找出与这丫头相媲美的，空无一人。人类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天赋？2位长老对你的褒奖，你要记在心中，戒骄戒躁。师父，水中有动静，不像是阵法，有人。潘仲能在湖底藏到现在，有点意思。人一找到，那便救他回去。没用，精明道邪术这么多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必须现在疗伤。徒儿去看看。去吧。不及时疗伤的话，恐怕命不久矣。师父，他中了一掌，伤势不轻。不过是小小神庭境，自不量力，追击莫期。年轻便是资本，胆识过人，值得嘉奖。实力不济，胆识再高有何用？与送死有什么区别？若人人当缩头乌龟，何来的太平盛世？即便明知是死，也要无愧于心。所以，这就是你隐世不出、当乞丐的理由。你好了，失礼了。都是活了一把年纪的老怪物，火气再大，也不能搞内斗。这在任何门派之中都是大忌。黑木莲，老朽不要了。给他吧。舍得？有什么不舍得的？老朽早就厌倦了一切。老朽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，毕竟老朽没有为摩天阁做过贡献。不过潘仲很年轻，相信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送你一程。
潘仲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。修行界中不是没有擅长修多家功法的修行者，但真正能集百家之长的寥寥可数。能够像这般轻松自如施展慈航普渡的很少见。虽然慈航普渡的治疗效果不错，但能够发挥如此的奇效，很少见。脸色逐渐恢复，呼吸也比之前好了一些。多谢。该部下的功德值奖励2000点，驾驭难度高。虽然他出自净明道，但如今净明道的存亡，他却一点也不放在心上。不过，这也算是一个大收获吧。这一波赚不少，成本仅仅只是一张致命一息。将他带回金庭山。徒儿遵命。这一波赚不少，成本仅仅只是一张致命一息。将他带回金庭山。徒儿遵命。这要怎么上去？这身份，这地位，主动开口，不太好吧？大概是宫中的支援要到了。管他呢，来多少杀多少。师傅，小心陷阱。无妨。我要不要跟上去呢？伤势恢复了一半，修为恢复个2成。我可是实实在在拖后腿的废物，跟不跟呢？你若害怕，便在这里等着。笑话！老朽若是害怕，有机会孤身一人前往摩天阁。我不用元气也跑得比你快。不跑，卑鄙！我该不该追过去呢？嫁娶飞年还不太熟练。算了，有一帮大佬在，没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。你的脸色看起来快死了。你伤口裂开了。厚脸皮。嘿嘿，晚辈的飞书还是顺利传过去了。你怎么知道默契在这里？我来了默契的飞书，他可是到处搬救兵，能救他的就只有莫离。花长老，你好，你好。黑旗之首范大人，你好，你好。滚！还是花长老平易近人。哪里来的混账东西！我好心好意跟你们打招呼，就这么回礼啊？他可是潘仲的爷爷，净明道第一高手。爷爷？听闻净明道第一高手早就离开了宗门，没想到会出现在摩天阁。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看在我救了潘仲的份上，别跟我一般见识啊！是你救了潘仲。嘿嘿，若不是我眼疾手快出手救了他，他早就死了。才神庭境就想要偷袭默契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厚脸皮，净明道第一高手在向你拱手致谢。哎呀，都是小事儿，都是小事儿。这么说来，本座还要谢谢你了。啊不需要感谢，毕竟咱们之间是合作关系。这语气听着就瘆人啊。你刚才都在一旁偷看，为何不出来帮忙？默契这种高手，哪是我这种小鱼小虾能对付的呀？我引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，赶紧走，别等宫里的人来了就晚了。你不是已经拦截了默契的飞书？人家飞了好几次，我总不能次次都能拦住吧？宫里的支援来了，怕不怕？问你呢？问你呢？按照平时的习惯，他应该是第一个消失才对。锦衣见过老前辈。你来啦！支援默契。锦衣不过是奉命行事，凡靠近受袭别院者，格杀勿论。老前辈有恩于锦衣，锦衣怎能忘恩负义？老前辈先行离开受袭湖畔，这里的一切，锦衣自会处理干净。有恩？宫中还有其他支援，估计很快就到。还有支援？
那啥，我还要顺水走一步。慢着。老前辈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老夫还有话问你。老前辈，请问，晚辈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老夫问你，莫离是否还在宫中？神都3大神射手陈竹就是他的手下。陈竹死了之后，二皇子气得吐血，对他下了禁足令。莫离最近有何动静？老实得很，老前辈与他数次交锋，几次累积下来，他已经受了重伤，没一段时间休养，怕是恢复不过来。巫术的弊端也在于此，越是强大的巫术控制或者大阵，一旦被破，遭到的反噬越厉害。宫中内斗如此厉害，皇帝不管不问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老夫信你。最后一个问题。城隍的事，其实是皇帝要调查。莫离距离寿命大限还差得远，为什么这么着急研究这些？皇帝年事已高，尚未退位，也有这个动机调查。不是。本想问问关于钥匙的事，转念一想，这东西完全没一点头绪，无从问起。老前辈，您是在故意等宫中的支援？黑旗已来，请各位速速离开。老前辈，我先走了，告辞告辞。你走不了，来的毕竟是宫中的支援，万一顶不住，还能拿皇子当底牌。当然，这种万一不存在。我留下也没用啊。李锦衣，各位黑旗大人，也是奉命行事。李锦衣奉的是皇上的命令，黑旗奉的是谁的命令，便不知道了。我等奉首席之命，清理寿西湖别院。李锦衣，你办事不力，黑旗自会向宫中参你一本。你们奉谁的命令？当然是黑旗之首范修文大人。混账！四大黑旗有新人顶上来可以理解，甚至有新任的黑旗首领也能接受，但是名字还用以前呢，这谁能忍？你又是谁？陈忠和岳冲李姓段延红，随本座征战多年，杀人无数，就凭你们这般模样，也配称得上四大黑旗？范修文、冷罗。自我加入黑旗，每天耳濡目染的便是这位传奇人物。黑旗营中说的最多的都是冷罗的传说。我好慌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稳住！范修文已经被老魔头杀死，你想要诓骗我等？所有人听令，此人假冒黑旗首领范大人，就地处决！凡入寿西湖别院者，格杀勿论！格杀勿论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稳住！范修文已经被老魔头杀死，你想要诓骗我等？所有人听令，此人假冒黑旗首领范大人，就地处决！凡入寿西湖别院者，格杀勿论！格杀勿论！夏承能，还是要您老出手。老夫出个屁的手！这么多黑旗，咱10倍致命一击卡也不够用啊！嘿嘿，抓个皇子防身也不错。江爱娟，别怕，元儿看好他。胆小鬼！胆子不小，敢假冒首领大人，统统拿下！冷罗没有动手，毕竟他现在伤势未愈，真要和4大黑旗动手的话，并不占便宜。师傅，还是徒儿出手吧，一定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你们无需插手。冷罗纵横天下多年，又岂会一点手段都没有？八叶金莲法身，法身出现又迅速消失，虽然只持续了1秒钟的时间，但是对付这帮黑旗足够了。八叶是修行界之中目前已知人类修行者所能达到的极限。冷罗这种法身不同，就像是很多游戏玩家辨别装备一样，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物品。
堪一击。小人有眼无珠，还望范大人见谅。原来是范大人！拜见范大人！范大人，您还活着？可惜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呀。这世上已无范大人。范大人，住口！冷罗有伤在身，修为远远没有恢复，能够展现出1秒的8叶法身已经很不容易。本以为带着他会拖后腿，没想到冷罗的手段如此精妙。这样我就不需要出手了。放开他吧。啊！冷罗，能让8叶法身冷罗如此恭敬的会是谁？莫离的命令。黑旗直属皇室，我等奉的是陛下之命。以莫离的本事，还没这个胆子敢控制皇帝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：皇帝是真的不想让净明道消失。以宫里当前的手段，只有3种支援可以派遣：一，魏卓言的人马；二，黑旗。不过队伍没了范修文，实力大减；三，禁军。显然，皇帝不会轻易动用禁军，这验证了于正海这孽徒是想要与皇帝为敌，野心之大，昭然若揭。黑旗首领的时候是被人控制了心智，对于黑旗也就没什么好留恋的。不过，黑旗终究是黑旗，要斩断过往，那便一干二净。范修文死后，重回冷罗的人生。还不快滚！谢谢范大人，不，冷大人，谢谢大人饶命。刚才那一招，已经是他的全力。老前辈，您这招高啊！什么高？黑旗毕竟是皇帝的棋子，您放了黑旗，这是给于正海找麻烦。你很聪明啊，不如到摩天阁喝杯茶再走。还是别了，我还有事儿。老前辈，我们下次再会。老前辈，临别之前赠送一条消息，您的7徒弟司无涯就在净明道总坛。锦衣告退。李锦衣的印象还不错，起码这是一个非常识趣的人。师傅，去哪儿？净明道总坛。孽徒，这时候去净明道总坛，是不是言之过早啊？默契已成灰，净明道也没有多少实力，重点在于幽冥教。幽冥教也在净明道总坛，而且幽冥教4大护法皆是一流高手，怎么对付呀？再说了，金庭山的屏障刚出了故障，当务之急应当是回金庭山休养生息才对呀。韩正爷爷，我扔你上去。3个老头带着一个丫头，老朽觉得此行不妥。有何不妥？阁主要清理门户可以理解，但老朽听闻于正海修为极高，势力庞大，还不好对付啊。冷长老喝奶吗？对身体好。哦，本座心中有数。你就这么不想回净明道？能把逃避说得如此轻描淡写的，你恐怕是第一人。潘长老喝奶吗？谢谢。老冷啊，你是不是不挤兑老朽，心里就不舒服？老潘，我这是教你如何面对恐惧和不堪，而非一味的躲避。2位又斗嘴了，习惯了。赵月，送他回去。是。修行者的一生之中，拥有一个传说级坐骑，就已经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阁主竟然1天内展现了2头坐骑，大惊小怪。对敌是巫仙县大阵的场景历历在目，白泽的神位差点没吓死老夫。白泽如何获得？
据典籍记载，白泽极其难驯服，而且迷雾森林之中没有白泽。白泽，喝奶快长大。白泽，运气罢了，不值一提。您老过谦，能获得白泽必是大能之人。传言白泽能说人话，通万物之情，晓天下万物状貌，不知真假。这个倒是没发现，他从来没开过口，我只知道他很厉害。这个倒是没发现，他从来没开过口，我只知道他很厉害。去吧。是，徒儿遵命。如果单论速度的话，白泽稍稍胜于飞年，唯一不足的是做其所能驮的人数有限。活了一把年纪，说一些肉麻感激的话，似乎有些尴尬，倒不如不说。老潘，你是不是哭了？滚！师傅，真的要去净明道总坛？你对为师没有信心？徒儿不敢，徒儿这就掌舵。若是能将这些卡全部用在这帮孽徒身上，调教的过程兴许会顺利一些。尤其是强化版牢笼束缚，于正海、于尚荣、司无涯都是强者，要想让他们臣服，必须得抓住他们。况且还有巅峰体验卡，只要这张卡存在，就算再来10个于正海，我也能全部拿下。抱歉，小师妹，做晚了。没关系，师兄，好了。两位长老脱奶了。师傅，你在找什么？老魔头真的会来？注意你的态度，若是让教主听到，必有一罚。老前辈已经去了兽西湖，按照他的脾气，默契难逃一死。但宫中的支援也会绊住他，老前辈应该没那么容易脱身。默契恐怕到死都没想到，没死在教主手中，却死在了老前辈手里。教主非常相信摩天阁戚先生，戚先生说老前辈会来，那便一定会来。他如此自信？教主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，不要小瞧此人，甚至不要小瞧摩天阁中任何弟子。记住，我等尽量言语上拖住老前辈，给教主争取时间。就差尤弘一等人了。有我们4个在，但愿不会有事。实在不行，立刻逃走便是。来了，这么快便击退了宫中的增援。传云，摩天阁的飞撵无疑，立刻通知教主和戚先生，谨慎应对。幽冥教的飞撵，师傅，鸡鸣道的屏障已经破了，戚风也在着火。迅速向后退，退到总坛的后方。青龙殿化重阳，玄武殿狄青，朱雀殿杨艳，白虎殿白玉清。见过老前辈。师傅，是幽冥教4大护法。这不卑不亢的4人，就是幽冥教4大护法。传闻幽冥教4大护法，2位6叶，2位7叶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幽冥教有如此实力，难怪可以荡平净明道。潘离天毕竟出自净明道，看到净明道这般模样，竟然不生气。于正海何在？老前辈，教主令属下在此等候。教主说了，净明道虽然是被幽冥教打下，但老前辈若是想要，随时可以拿走。孽徒果然狡猾，让于正海和苏无涯滚出来！师傅来了，还要畏畏缩缩，岂有此理！哼！4先生息怒，教主和戚先生事务繁忙，实在抽不开身。放屁！害怕就是害怕，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害不害臊？老前辈，晚辈句句属实，不敢撒谎，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。一旦老前辈下手，二话不说，不接招。
直接遁逃。那便告诉本座，于正海和司无涯现在何处？这不肯说。老前辈，我等乃是幽冥教中人，岂能做出这种背叛之事？还望老前辈见谅。既然不肯说，那便随本座回一趟摩天阁。老前辈恕罪，晚辈不过是四护法之一，无足轻重。况且金庭山屏障异常，老前辈应该提防小人。晚辈听闻天剑门洛行空之子死于老前辈之手，洛行空一直在寻求机会报仇，老前辈不可不防。老前辈何须跟教主过不去？教主离开摩天阁，实在是迫不得已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师兄离开的如此坚决。不管怎么说，叛离师门乃是大错，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那一道音浪卷过，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发出一阵阵回声。很显然，刚刚的谈话，于正海都听到了。孽徒，是。啊！追上去！师父，您老何必呢？咎由自取，咎由自取呀！老前辈，老前辈，这明道不仅三番两次陷害摩天阁，还与其他正道企图荡平摩天阁。如今教主亲率幽冥教灭了净灵道，老前辈应该开心呐。他若真为了摩天阁着想，那么请问，当初10大高手围攻师父之时，他在干什么？10大高手2次围攻金庭山的时候，他又在干什么？他不仅叛离师门，还故意勾结名门正道，透露师父的行踪，欺师灭祖，其罪当诛。三师弟同门一场，为何如此诋毁我？声音回荡的同时，还有巨大的元气波动。于正海不仅就在净明道，似乎在和什么目标战斗。坐骑魁牛，这是魁牛的声音。啊，大师兄的坐骑不是什么兽吗？大师兄的成名绝技玄天星芒。大神出现的一瞬间，又再一次消散。能量的共振声将那一道谋声抵消了。晚辈自知不是老前辈的对手，教主曾说过，老前辈神威盖世，就算我等4人联手，也绝不可能战胜老前辈，还请老前辈三思。晚辈自知不是老前辈的对手，教主曾说过，老前辈神威盖世，就算我等4人联手，也绝不可能战胜老前辈，还请老前辈三思。说白了，若是执意要阻拦的话，4人也愿意一战。同时也验证了修行界中的一个说法：于正海的修为和他的师父平齐，连4大护法都如此修为，于正海有什么道理不是8叶金莲法身？勇气可嘉，本座欣赏你们的勇气，念在踏云靴的份上，本座网开一面。让开！对这4个人的印象还行，所以谈不上对他们有杀心。随手补了4张雷钢卡，若他们真想赌那1%的概率，那便只好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了。退！虽然很不想面对祖师爷，但大业当前，岂能说退就退？我等要给教主争取时间，有红衣撑不了多久。3方的防御禁制快被打破，不能退！我再说一遍，退！教主不在，由我行教主之令。遵命。身上毫无气息波动，但那股无形的气场，足以让人望而生畏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1000年岁月的磨砺，已经让阁主拥有这股气场。师父，前面！那是净明道关押牢犯之地，有上千道禁制，难怪幽冥教4大护法给于正海争取时间。以于正海的实力，想要破除这1000道禁制，的确需要花上一段时间。大师兄，快！别让大师兄跑了！声音渐行渐远了。想逃？师父亲自出马，
大师兄跑不掉了。净明道的千重禁制被连续不断的进攻减弱了许多，随时都有可能消散。于正海会在哪里呢？那么魁牛背上必是逆徒。强化版的牢笼束缚显得更平顺，速度更快，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。道门神咒，附身神咒，怎么强化版展示出来的不是天地牢笼，而是像道门附身神咒？追，这一波他跑不了。神咒没入峭壁后便消失不见，说明触发了效果，孽徒不可能躲得过。孽徒躲躲藏藏就能躲过本座的神咒。神咒的速度太快了，一闪即逝，有利有弊。惩治孽徒，获得300点功德。惩治，这种提示倒是第一次见，这说明附身神咒命中目标。于正海的衣服，记得于正海在金庭山上修行的时候，所穿的衣服尺码便是这般大小。哼，真是好一招金蝉脱壳。尽管如此，他也不可能离开得这么快。难道像燕子云三一样，使用了某种遁地之术？追踪印记，这些刚硬的进攻性并不厉害，是修行者的一种追踪印记。也是入门级的修行印记，比较简单，消耗也不大。如果目标有修为的话，这一招并不好使。但牢笼束缚的效果触发，那对方的修为也会被束缚，就无法抵挡印记的追踪。然而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也没有任何感知到生命体的存在。难道是魁牛强行拖着他飞走了？应该是某种修为外的施术方式促使魁牛离开。除了巫术这种对施术时间要求高的，多数人都喜欢修炼道门的功法。一些修行者之外的辅助工具，比如云长羽衣、天阶武器，比如调动阵法的阵旗等。孽徒，看来离开摩天阁后，没少学习其他的东西。玄天星芒，迷你版。随着修为的逐渐恢复，使用徒弟们的功法和技巧也越来越熟练，威力或许不如元神结界，最起码砍树还是不成问题。没了修为，你能等到几时？回。净明道的禁制撑不住了，净明道剩下的人应该就躲在禁制之后，否则于正海不可能大费周章使用大玄天章强行破禁制。或许能从他们身上获取点关于于正海的信息。幽冥教撤了，大家小心，那是幽冥教中人。若非老夫，尔等早已命丧黄泉。多谢老先生出手相救，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获得15人的虔诚朝拜，获得150点功德。这，老夫还真是功德无量，可惜你们的生死与老夫无关。如果不是老先生及时赶到，净明道恐怕……唉。幽冥教欺人太甚，净明道曾围攻金庭山，有此一劫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也不知道门主在不在。休要再提门主，若不是他勾结宫中势力，净明道岂会落得如此地步？老夫有话要问，你来回答。老先生请问。你便是净明道当今大长老尤弘一？正是晚辈。刚才与你们交手的，是否为幽冥教教主于正海？就算他化成灰，我也认得。我净明道数千修行者，如今这个下场，还请老先生主持公道。你请老夫主持公道？老先生能逼退幽冥教的魔头，净明教遭此大劫，
其他名门正道早已会被魔头剿灭，到那时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还请老先生帮帮我等，还请老先生帮帮我等。说到底，于正海是我徒弟，净明道被灭的事一旦传出去，修行界还是会把责任归到摩天阁的头上。有明教要灭你净明道，那是你净明道咎由自取。尤弘一，老夫问你，何为正，何为魔？默契修炼邪术之争，还是30年前净明道与七星山庄为夺地盘不惜一战，波及了方圆100里数千名百姓之争？这，说是在今日以前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。但是门主默契却偷偷修炼了邪术，吞噬人类修行者的精血，这比魔道邪恶100倍。这么说来，眼下的这位老先生没有落井下石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受教了。回到正题，除了于正海，你可还见到其他人？摩天阁7弟子司无涯，幽冥教能够这么掌控净明七风，都是此人推波助澜。此人太过卑鄙，竟然插了100多人眼线，如此心计，属实可恨。100多人，这别人安插眼线1两个就已经了不得了，他居然安插了上100号人，反其道而行之，组团合作吗？净明道年年招收弟子，不过是被他钻了空子罢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能够做到这一步，的确有点难以置信。司无涯人在何处？老先生跟摩天阁的人有仇？谈不上仇。谈不上仇，那就是关系不咋地。老先生说是能对付摩天阁，也算是一件幸事。这样的场景见得习惯了，有些麻木。敢问老先生何门何派？待我等渡过此劫，一定登门拜谢。摩天阁。抱歉，老先生说的何处？你听清楚了没？没，好像说的是天上人格。退到牢里！千重禁制已经被破了，这个时候进去，岂不是被人一网打尽？老先生，快！摩天阁的人来了！老先生，师傅，徒儿等的好生着急，那叛徒人呢？师傅，逃得掉吗？尤长老怎么了？尤长老中了于正海一掌，受了伤。好，快逃！摩天阁的穿云飞撵！摩天阁！想走，晚了！天阶武器，都停手吧！潘长老，弟子拜见潘长老。净明道第1高手归来，有希望了。老朽可不是什么潘长老，老朽乃摩天阁长老。潘长老，住口！没想到潘离天竟有这个觉悟，这样也好，日后他也能好好为摩天阁效力，成为摩天阁的强力臂膀。净明道走到今天的地步，基本都是门主默契作祟。况且默契是受宫中的莫离支配，和尤弘一关系不大。我建议由他们去吧。眼中只有莫离默契。潘长老破天荒的朝着冷长老拱了下手。过来吧，别掉下去摔死了。唉，也懒得跟尤弘一等人计较。师傅，幽冥教4大护法跑了。徒儿院长堕穿云飞撵，追击叛徒。这个时候要追，未必追得上，毕竟对方是4大高手同时催动飞撵。走。看在潘长老的份上，就不杀你们了。丫头，天阶武器可不是你这么用的。啊？不管是什么武器，一旦认了主人和武器之间便会存在默契度。
默契度越高，威力越大。方才老朽惯你使用武器大开大合，威力看似很大，却不够细腻。试着将它卷起，这有什么？放回去。怎么回事？你该不会动了什么手脚，故意耍我的吧？手是人类契合度最高的武器之一。契合度达到和手一样的程度的时候，便可以控制入微。梵天绫便是你的手臂。我才不信你说的这一套，我只信我师傅。老朽无礼了，见谅。无妨。如今夜神修为尽失，即便有心告诉他一些东西，也没有说服力。更何况人家是摩天阁的弟子。毕竟潘离天乃是净明道第一高手，见闻阅历绝非年轻人所能比拟。他能愿意指导后生晚辈，这是好事。潘长老所言基本正确。潘长老倒是提醒为师了，回摩天阁以后，为师会多抽些时间传授技巧。谢谢师傅。天劫，投眼力，酒葫芦，佩服佩服。运气好罢了，整个黑木森林烧了749天，仅剩下这一个。这完全不起眼的酒葫芦，竟然是天劫武器。师傅，此档护法同时催动飞辇，不太好追。三师兄，我来也。无妨，岳正海中了神咒，早晚会乖乖送上门来，不必追了。回摩天阁。岳正海中了神咒，早晚会乖乖送上门来，不必追了。回摩天阁。附身神咒，师傅他老人家的手段还真是多。七师弟委屈了，自家兄弟何须见外？也怪我粗心大意，本以为陈奎牛可以引开师傅，好让大师兄趁机了结了有弘一等人，可惜。无妨，净明道名存实亡，目的基本达成，师弟无需介怀。若是没有你的帮助，西风也不会这么快拿下。师傅他老人家手段不减当年，只是一把年纪了，为什么还要出来添乱？或许他老人家真的想走百家之长，破长生之秘。修行界代代更迭，总有不甘于上苍的束缚，想要改变亘古不变的真理，谈何容易？若真有长生之秘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可有一人成功？大师兄息怒，何必跟师傅他老人家一般见识？多亏了无涯师弟。不值一提，若不是师兄使用精血带我遁逃，恐怕此刻我已被师傅擒住。我很奇怪，师傅他老人家一向不屑于使用大玄天章，怎么会突然用玄天星芒呢？气息的波动并不高，控制却远胜于我。他老人家连神咒都用了，估计是想要用玄天星芒警告我们。师弟放心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开这附身神咒。这都是小事，我有没有修为无所谓。无涯师弟有如此心胸，难怪可以驾驭暗网。师兄过奖。不管怎么说，这神咒因我而起，我会派人去一趟天师道。没有修为始终是隐患，先回平都山。但凭师兄做主。系统界面上的剩余功德点数10220，买了4张雷钢卡没用掉，就一个默契赚了点功德。
一会儿闲了抽一波奖。他是如何逃掉的？附身神咒的效果分明触发了，也获得了功德。这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，却始终想不明白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？阁主何须介怀？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况且，他这话刚说一半就觉得不太对劲，好像要说，况且你都老了，你的徒弟这么强，逃掉也属正常。好吃，好吃。我听说，于正海中了阁主的神咒，他必定会想方设法解开神咒。解开神咒只有2种方法，一是寻找更加强大的咒术师，天师道倒是有很多擅长神咒的修行者。第2种，便是找摩天阁。花长老说的有道理，师傅，趁此机会前往天师道守株待兔。看着我干嘛？师傅，吃菜。天师道可不是净明道，天师道更侧重修行神咒以及阵法。一群老弱病残跑过去干什么？送人头？冷落和潘离天不提也罢，不拖后腿就不错了。花无道这种防御点满的龟缩强者，适合守家。天师道未必能解为师的神咒，孽徒无处可去，早晚要来摩天阁。哦，徒儿懂了。多吃肉，长肉肉。看你师姐。谢师傅。潘仲如何？潘仲伤势稳定，没有大碍，休养一段时间就会恢复。多谢。我很好奇，你和潘仲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老朽的事儿与你何干？按照年龄来算，潘仲顶多30到40的年纪，潘离天是和冷罗同一时代的人，怎么算都不只是爷爷辈儿。本座向来信守承诺。过去的很多年时间里，修为尽失，想要获得黑木莲比登天还难，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。以你的身份和地位，依托整个净明道，获取一片黑木莲并不难。冷罗，若是莫离废除你的修为，他会给你黑木莲吗？老朽告退。去吧。阁主，我也先行告退。去吧。明世音可有消息？师傅，四师兄这次太过分了，玩这么久都没回来。系统并未有任何关于明世音的提示，不过出于对明世音生存能力的信任，倒不担心他会出事。何事？花月行回来了，还有天剑门叶承志的人头。没想到花月行为了进摩天阁，真的会去杀10大名门的高手，更没想到他竟然挑了天剑门的高手。你不高兴？晚辈不敢，晚辈早已和天剑门没有情分。这样最好，可别忘了当初你是怎么活下来的。三先生教训的是，天剑门这么久都没有动静，自从围攻摩天阁之后，骆长风的死重创了天剑门。听闻骆行空早年闭关，便把门主之位让给了儿子骆长风。骆行空遭受丧子之痛，不可不防。驿站可有什么消息？现在外界都在传言师父。说下去。外界都在传言师父修为大减，为了维持修为和状态，汲取了屏障之力。徒儿愿修复屏障。没有意义。外界已经认为我的实力正在急剧下降，就算修复了屏障，也不会改变这个看法。外界已经认为我的实力正在急剧下降，就算修复了屏障，也不会改变这个看法。花月行不负众望，斩杀2叶元神劫境高手，天剑门长老叶承志。叶承志。阁主打开一看便知。不必了，处理一下。是。
以你的实力和修为，斩杀一名2叶，勉强合格。晚辈自知实力不济，天剑门的那帮人太过狡猾，一直没有出手机会。为什么要选天剑门？听闻天剑门蠢蠢欲动，洛行空一直在寻求机会找摩天阁报仇。与其等他们先动手，倒不如先发制人，让他们瞧瞧摩天阁没那么好惹。听听，这觉悟，这手段，这才是摩天阁弟子该有的模样啊！阁主，花月行已经通过审核，若是可以，今后他的修行由我来指点。慢着，是我太心急了，还望阁主恕罪。如此近距离面对当世第一魔头，好激动，又害怕。抬起头来。阁主，这完了！此行不动。顿时感觉逆行的元气以及身上的伤势以可怕的速度恢复着。多谢阁主出手疗伤，获得1人虔诚叩拜，奖励10功德点。要是叩拜能重复获得该多好啊！像老八这样的孽徒，得抓起来使劲磕，不出几天便可以法身齐聚，傲视苍生。不过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聊胜于无。进入摩天阁，便要遵守摩天阁的规矩。获得1名部下，奖励1000功德点。晚辈明白。几叶？2叶。他这修为，放在外面任何一个门派，那都是佼佼者，众星捧月的天才。只不过这里是摩天阁，天赋不错，能以2叶斩杀同阶的2叶，叶承志，实属难得。多谢老前辈夸奖。西阁中有关于弓箭手的诸多典籍，咱摩天阁中人可自由翻看。谢老前辈。下去吧。是。周继风。阁主，晚辈入了摩天阁，却从没后悔过。晚辈只是遗憾，不能亲手杀了他们。有这些闲工夫思考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倒不如去看看西阁的典籍。晚辈明白了。都散了吧。教主，属下办事不力，没能阻止老前辈，请教主责罚。请教主责罚。幽冥教能有今天的实力，你们有很大的功劳。属下不敢邀功。自本座离开摩天阁以来，创下幽冥教，为的便是这天下大业，而你们便是本座最得力的臂膀。华重阳愿意受罚，是属下擅自行教主命令，和其他3人无关。重阳兄也是为了大局着想，我等全力配合。若是要罚，属下愿一起受罚。狄青愿一起受罚。说到底，我们在面对摩天阁的时候选择了退让。若是能给教主多争取一点时间，便可以将整个净明道覆灭。我们的目标是天下大业，最忌讳的便是临阵退缩。你们是本座的得力臂膀，本座岂会怪你们？啊，教主，这件事你做得很好。教主，您这么说话，属下承受不起呀。今天叫大家一起，不应该是重罚大家吗？教主怎么突然间夸起来了？一头雾水。起来说话。本座刚才所言，句句发自肺腑。你们都是本座最得力、最信任的部下，本座岂会罚你们？想起那道附身神咒，若不是七师弟替代了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多谢教主。不过，今后若是再遇到师父他老人家，教主请放心，我等一定是誓死拦。不，能避多远便多远。教主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
下去吧。是。教主，白玉清一人保护戚先生，是不是不太够？本座自有打算。属下告退。体内空空如也，和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基本差不多。对于修行者而言，不能调动元气，便是废人一个。停！戚先生，马上就到卧龙了，为何停下？师傅他老人家能在短时间内从兽溪湖畔赶到静明道，有人通风报信。戚先生怀疑我？你误会了。卧龙岗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临时情报点。调转方向，往南，黄风山，那里很安全。都说戚先生谨慎过人，果然如此，佩服。戚先生，到黄风山了，我带戚先生您下去。不，走。教主，多谢白兄，不，白小姐一路护送，回去之后替我谢谢大师兄。教主跟我说了。考虑到你修为尽失，在修为恢复之前，由我贴身保护你的安全。请坐。听说戚先生喜欢安静，我便不再多做打扰，住处由他们安排就行。听说戚先生喜欢安静，我便不再多做打扰，住处由他们安排就行。教主果然厉害，这种级别的内应都能挖过来。别瞎说，可能是。你有情报吗？交换一下。哎，我有。带路。这边。教主突然驾临，属下迎接来迟，还请教主恕罪。无妨，白玉清乃是幽冥教四大护法之一，亦是本教主的朋友，不得有任何怠慢。属下遵命。再试试如何冲破这附身神咒。若没其他事，下去吧。属下有一事禀报。说。前几日有一位姓日的贵客造访黄风山，他想要找教主要一样东西。教主屁股真的有痣？你的情报准不准确？100分100准。姓日的朋友，他不仅知道教主的身份，还对上了暗号，难道是假的？他人在何处？正在黄风山做客。哎呀，让一让啊，我要出场了。戚师弟，好久不见啊！没你的事了，下去吧。教主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属下告退。四师兄，好久不见。意不意外？师傅的意思？师傅令我抓你回摩天阁。奇怪，师傅不惜动用飞年，亲自前往静明道，甚至动用神咒，为什么只派了四师兄？而且，四师兄似乎在黄风山等了2天。直接守株待兔不更好吗？想不通其中关键。四师兄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一个字，查喽。还记得云雀楼的飞辇吗，师弟？你大意了。无论你雇佣多少人，飞辇是普通人能有的吗？师兄又如何得知暗号？我去卧龙岗住了2天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人闲不住，就把卧龙翻了个遍。还有。这里，我也翻了个遍。四师兄喜欢就好。你脸色似乎不太好看。别那么小气，输我一次不算丢人。四师兄，我有个问题请教。说吧，现在异常高兴。说真的，我压根儿没把握能等到老七出现。摩天阁的屏障大幅度减弱，听说是师傅他老人家为了维持修为。强行汲取屏障力量。抱歉啊，要想知道，跟我回摩天阁。不得不说，四师兄你变了。记得以前，意见最多的便是四师兄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那上次，你为何不动手抓我回去？现在也一样。同门一场，何必为难？叛徒，终究是叛徒。你应该庆幸，今天来的是我。若是师父亲自出手，一巴掌把你拍成灰，我丝毫不觉得奇怪。师父修为深不可测，我岂敢怀疑？只不过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，此时回去有些不甘。我不管你什么事，今天
你必须得跟我回摩天阁。10年大限，也因为屏障的问题缩短了5年。就算我回去，能改变现状吗？5年之后呢？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那我便效仿四师兄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：我要是不从，就算是师傅他老人家亲临，也奈何不了我。叛徒！今天我便替师傅清理门户。狂妄！你以为我还在原地踏步？惩治司无涯，获得功德200点。也只有明世音能做到了。不过明世音是刚开业的修为，怎么可能会是司无涯的对手？想不通，继续睡。本以为会跟他打个难解难分，没想到不仅没还手，还硬生生吃了这一掌。原来是被人封住了修为。七师弟，你也有今天。四师兄的确比以前更强了，不过，若我修为还在，你依然不会是我的对手。手下败将，可惜没有如果。罢了，输了便是输了。四师兄，尽管下手。你以为我不敢？你真的敢吗？我了解四师兄，我有这个胆量，料定四师兄不敢下手。赌一把。在动手之前，我很想知道你们离开摩天阁的真正原因。原因很简单，师父脾气暴躁，我们也是人，长此以往，谁能受得了？拿了武器和功法一走了之，断绝往来。你以为我会信？把叛离师门说得如此清丽脱俗。半斤8两，10大名门高手围攻金庭山的时候，我记得四师兄便有这种想法。四师兄可真是把师父他老人家气得够呛。闭嘴！我只是陈述事实，还望师兄见谅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你不是我们，又怎能知道山内的情形？同样，你也不是我们，又怎能理解我们的心情？还敢狡辩！惩治司无涯，获得功德200点。继续参悟天书。谁这么开眼，封住了你的修为，连你自己都没办法解开？别指望你的人来救你，这几天没事就在这儿练功，可能他们都被吓坏了吧？突然发现这位四师兄比想象中要聪明得多。四师兄不如加入暗网，教主之位由师兄来当，我甘愿辅佐。无可救药。师父不在，那我便替师父好好教训你。在下幽冥教白虎殿白玉清，见过四先生。幽冥教？四先生不必惊慌，教主事务缠身，没有跟来。笑话，我会怕他？四先生，教主曾3令5申，不得随意插手各位先生的私事，但教主也说过，让在下好生保护七先生的安全。四先生何必咄咄逼人，为难七先生？你家教主3令5申你都敢违抗，我若是你家教主，第一个斩的就是你这种不守规矩之人。你家教主3令5申你都敢违抗，我若是你家教主，第一个斩的就是你这种不守规矩之人。四师兄，何必动怒？你就算杀了我，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。我的问题就是解决你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四师兄的改变会这么大。毕竟曾经的四师兄，在摩天阁的态度上和我们差不多。附身神咒，这附身神咒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束缚手段。七师弟没有还手，是因为修为消失，而不是故意隐藏。四师兄，知道这是谁的手臂吗？我又没亲眼所见，你问我？这个回答更加确信了师兄今天来到黄风山，不是师父事先料定，心中放松不少。这附身神咒，便是出自师父他老人家。师父？师父这段时间经常使用一些非常的手段，不管是佛门的法印，还是道门的道印，
都让人感到奇怪，怎么连神咒都出现了？不相信他。师兄不必怀疑，这的确出自师傅他老人家的手笔。等你回了摩天阁，自会明白。就算是，那也是你活该。中了这神咒，一身修为尽失，修行界危机四伏，许多门派恨不能将我扒皮抽筋。你就不怕以后师傅也会同样对你们下狠手？少拿花言巧语蛊惑我！叛离师门，欺师灭祖，杀了你我都不觉得奇怪。跟我回去见师傅。自诩机关算尽，却也没想到四师兄固执到了这个地步。说不通，那就只能用其他方法了。四师兄，有时候真正决定战局的，并不只是武力。你想带我走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那便试试。抱歉了，四先生，我要保证七先生的安全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在下幽冥教白虎殿首座白玉清。你的修为不错，不如加入摩天阁。这，多谢四先生美意。我既然入了幽冥教，就没有想过离开。连人家都明白不应该背叛，老四，看看你自己。在过去的很多年时间里，无数人都这般讥讽过。好，我记着你了。多谢四先生体谅，请回吧。请回。内心深处也很想和摩天阁弟子交手。上次四大首座同时面对摩天阁，一时不敢出手。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称量对手，好兴奋啊！四先生想动手？属下有罪，属下不该引狼入室。这事不怪你。多谢教主开恩。今天，你便告老还乡，颐养天年吧。教主，这是按我的规矩。念你这么多年办事还算忠心，舌头可以不拔。谢教主开恩，属下告辞。些错不能犯，也不能存在。教主，无内见血。不必。教主，这二人打得难解难分，到底谁会胜？无需担心，白玉清乃是七叶高手，四师兄虽有天阶武器，却也不可能是对手。白玉清这是在给面子。天阶武器虽强，但想要跨这么多阶战斗，几乎不太可能。属下明白了。通知下去，黄风山情报地已经报了，核心人员转移。是。看来四师兄的青木心法拿到完整的了。师傅，您老人家想通了。修行界中无论是哪种修行之法，归根结底都是利用元气，要么凝结成刚硬，要么温和治疗，万变不离其宗。摩天阁青木心法却不同于任何宗门，而是纯粹的利用元气，促进植物生长。四先生，我便不客气了。法身，天阶武器，不愧是摩天阁四先生，但是还远远不够。这是浩然天罡，幽冥教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大魔教，居然会有人修炼浩然天罡。明确称量出明世英的实力，换言之，他还有余力。尽管100%能战胜对手，也让人惊叹不已。承让，摩天阁令人忌惮，不是没有原因。老七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，居然请了这么个帮手。四师兄，何苦呢？七师弟，何必呢？多说无益，四师兄请回吧。待我向师傅递个话，就说我现在挺好的，我和大师兄不会生师傅的气。混账东西，你还有脸说没生师傅的气？打你不打！我劝你最好别多管闲事，滚！既然四先生执迷不悟，在下只好不客气了。这段时间，精心调查，隐姓埋名，顺藤摸瓜，好不容易找到了黄风山，蹲到了，一切的努力，却因为白玉清前功尽弃，可惜。白玉清似乎没有打算留手，这是境界差距最有效的碾压打法，所有的花招在法身面前都显得毫无意义。大师兄
这真是你本人的意思吗？摩天阁，四先生要吃苦头了。说到底，明世隐也是摩天阁的弟子，如今被高手碾压，颜面何存啊？那是什么？3道青色身影，3道变2道，2道变1道，法身无法前进分毫米。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名字：于尚荣。破了法身，等于是遭了重创。这一剑，足以让白玉清躺上半年。破了法身，等于是遭了重创。这一剑，足以让白玉清躺上半年。哎呀，该不该谢谢二师兄？毕竟这惊天一剑出自他手，二师兄选择出手帮了我。然而，二师兄却是摩天阁的叛徒之一啊！见过二师兄，见过二先生。无需多礼。这番态度，这哪里是十恶不赦的魔头，分明是温和有礼的谦谦君子吧？纠结要不要说谢谢？呸！谢什么谢？哪怕帮了我，但叛徒就是叛徒。四师弟，伤着没？没，多谢二师兄出手帮忙。你我兄弟一场，何须客气？是啊。二师兄怎么会来黄风山啊？黄风山地处偏僻，很难寻找。二师兄不会放下架子，像我这样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到处寻找线索。我和七师弟早已约好。如果说这个白玉清是故意带回来防止高手找麻烦的话，可以理解。但是事先约好二师兄对付白玉清，这是什么套路？真是好心机！忍不住想给司无涯伸一个大拇指。你便是大师兄座下白虎殿首座白玉清。见过二先生。教主曾告诫我，幽冥教的大业之路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，但有2个人必须避让，一是摩天阁祖师爷，二是于尚荣。我们一直将这个规矩铭记于心。尽管如此，依旧很想和这样的高手过招。只有真正交手了，才知道传闻中的剑魔于尚荣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和教主一样平级。刚才的那一剑，败得心服口服，毫无怨言。不错。多谢二先生手下留情。你似乎很喜欢用法身欺负弱者。是。刚才那招带法身硬碰硬，的确有以大欺小的嫌疑。四先生执意要带走七先生，在下迫不得已才出此招，还望二先生谅解。七师弟，真有此事？不用着急，只要你说不是，我便一剑了结了他。我很乐意帮大师兄清除喜欢撒谎的宵小之徒。二师兄还是一如既往的捉摸不透，明明很谦和，却过分难以捉摸。当然是。抱歉。不敢。七师弟，既是为了保护你，那便是你的错。四师弟表面滑头，实则重情重义，以他的性子，又岂会危及你的性命？二师兄，不必解释。兄长教训自家兄弟，天经地义，你怎可对兄长不敬？二师兄教训的是，还是二师兄明事理。老七，乖乖跟我回去见师傅。四师弟，听我一言。二师兄，请说。七师弟聪慧过人，这些年没少帮我，给二师兄一个面子。但凭二师兄做主。乌鸦师弟，将孔雀翎交出来，给你师兄赔个不是，也好让你师兄回去交差。有点后悔和师兄约好在这里见面了，同时也感觉到了来自二师兄的一丝不快。四师兄，刚才是我无礼了，我向你赔不是。二师兄所言极是，
摩天阁什么时候讲过这些规矩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跟你计较，反正我也没打算顺利把你带走。拿来吧。老七到底又干什么坏事了？回去之后问问师兄师妹，自然清楚。教主，您的孔雀翎。第一没修为，二没武器，不过你还有脑袋可用。四师兄想打烂我的脑袋？看在二师兄的份上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可别怪师兄没提醒你，修行险恶，没了孔雀翎，没了修为，别被仇家盯上喽。这就不劳师兄费心了。送客。早晚你会落在我手心里。多谢二师兄解围。解围谈不上，嫌我添乱是真。不敢。于尚荣的突然出现，不仅伤了白玉清，还让教主把他的专属武器踢了出去，他又怎么可能不后悔？别把想法告诉我，你想死自己死。大师兄派你来的。教主特意叮嘱，在下不敢违抗。回去之后告诉大师兄，他想做什么我不想管也懒得管，但别过分。是。二师兄伤了他，很明显是想要敲打教主。白小姐，还是请回吧。于尚荣和教主之间的矛盾，随着摩天阁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激烈，还是尽快离开为妙。那，戚先生多保重。摩天阁的屏障又在减弱了，这样下去，摩天阁撑不了几年。我倒是欣赏祖师爷这个做法，人活着就是一口气，一张脸。简单停留一下再回去，有了孔雀翎回去的话，也好交差。这些人能在这里谈论摩天阁，可见有多少人在背后默默关注着摩天阁。我宁可活得有威严一些，也绝不允许鼠辈踏上摩天阁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摩天阁作为魔道中的佼佼者，自然是有不少人想要成为摩天阁的弟子。只可惜师父真的老了，早就不再收徒。昨天有人看过了，屏障又衰减了1/3，摩天阁似乎不打算修复屏障。不好修复，屏障所需要的能量，没个几年根本不可能。有道理。听说天剑门准备向摩天阁发起挑战。天剑门要打摩天阁？天剑门的门主骆长风死在摩天阁祖师爷的手里，而且天剑门的大弟子周继风倒戈去了摩天阁。据说骆行空气得3天没睡着。骆行空已经向各大名门发起召集帖，搞不好在摩天阁祖师爷大限之前再来一波进攻。骆行空已经向各大名门发起召集帖，搞不好在摩天阁祖师爷大限之前再来一波进攻。骆行空这老不死的胆子这么大啊！老不死？兄弟，茶后谈资而已，千万别带入个人情感啊！骆行空发了召集帖？没错，10大名门除了净明道以外，都收到了召集帖，不知道云天罗3宗会不会参加？骆行空何来的底气？天剑门都已经这样了。骆行空闭关多年，不容小觑。况且摩天阁的屏障正在减弱，或许这也是个机会。哪次围剿金庭山不是这个论调？听腻了。就算没有摩天阁祖师爷，还有他徒弟呢。有道理。全场酒水我买单。谢谢少侠。可惜我们只卖汤没酒水啊。抽奖。本次抽奖消耗50点功德，获得逆转卡乘3。运气不错。8法运通的售价2万年。抽奖。本次抽奖消耗50点功德，获得致命格挡乘5。聊胜于无，这道具很鸡肋。抽奖。本次抽奖消耗50点功德，谢谢惠顾，幸运值+1。连胜终究还是被终结了。师傅，四师兄回来啦！好，师傅，徒儿已经查清云雀楼的事，的确是叛徒司无涯计划。黄风山是他的情报点，可惜司无涯身边有高手保护，我只缴获了他的武器。呈上来。
回收天阶武器孔雀翎，需重新炼化方可使用。这便是四无涯的武器，一件极其难得的暗器类武器。真好看，就是土了点，还是我的梵天绫好看。小师妹自从得了梵天绫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一块破红布就美成这样了。你是如何找到的老七？这可就说来话长了。罢了，那便不说了。好像错过了一个完美装备的机会。师傅，老七修为被缚，所以他无处可逃。只不过我还遇到了幽冥教4大护法之一白玉清，还有叛徒于尚荣。是老七被束缚了。老七的修为已被为师束缚，你能战胜他不足为奇。白玉清修为远高于你，他若在，你如何得逞？机会来了。白玉清毕竟是幽冥教的人，徒儿一提师傅，白玉清早就吓得屁滚尿流，哪里还敢拦我？况且那叛徒于尚荣也在。于尚荣要拦你？那倒没有，徒儿跟他讲了很多道理，他自知理亏，不敢与我理论，更不敢拦我。想起在安阳城之时遇到过二师兄，二师兄是讲理的人吗？好在我聪明，临走的时候拿走了他的孔雀翎，守了他以后兴风作浪，为非作歹。这件事你做得不错，多谢师傅夸奖。若没其他的事，下去歇着吧。徒儿还有事禀报。说。徒儿返回摩天阁之时，听说天剑门前任门主洛行空正在广发召集帖，想要再次围攻摩天阁。回来的时候发现屏障的力量的确减少了很多，肯定了外界的传言。你回来了。密室中的那场动静，太多人看到了。洛行空不过是残破之躯，不值一提。徒儿愿意下山前往天剑门，杀了洛行空。拜见阁主、四先生、九先生。何事？听闻四先生回来，晚辈特意来看看。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吞吞吐吐的。阁主，晚辈愿意前往天剑门。你去天剑门干什么？就你这神庭境御道的境界，晚辈可以说服他们。你是天剑门的弟子，若是去了，只会激化矛盾。洛行空虽已闭关多年，但本座还没将他放在眼里。师父神威盖世。洛行空的闭关不简单，好像修炼成了一种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修为的功法，不得不防。短时间提高修为，他就不怕走火入魔，爆体而亡？这个晚辈就不知道了。修行一途有自己的法则，想要突破法则，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俗话说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洛行空这老匹夫，万一偷偷摸摸跑过来像冷罗那样玩同归于尽的招数，谁扛得住啊？去天剑门，也配与本座过招？就是，儿子死了，老爹跳出来，这套路不行。阁主神威盖世，别神威不神威了，走。九先生，有何吩咐啊？天梵天绫的默契度，别担心，上次是我不对，这次保证不伤人。这是小渊儿，就没见过小渊儿向师父以外的人道歉，仿佛做梦似的。自己来一拳，看看疼不疼？疼。师父，我没事，我很正常，我真不是神经病啊。徒儿拜见师父。四师弟，你跟师父问好，对我下手这么重干嘛？密室修葺的如何？还需10天左右。不过徒儿在收拾杂物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箱子，还请师父过目。箱子，禁制。这是一种极具特殊的禁制，上面的纹路正好与环绕箱子的6面形成一体。禁制或法阵都需要元气灌入才能启动效果。这禁制是怎么做到的？箱子能够在天书神通下完好无损，要么材质特殊，要么就是有极强的防护力。师父，
您对阵法和禁制颇有研究，这箱子上刻画的到底是什么禁制？钥匙，还真是需要钥匙。师傅，徒儿这就去找钥匙。去吧。还真是需要钥匙。师傅，徒儿这就去找钥匙。去吧。钥匙也可能不在密室中。果不其然，界面上寻找遗失的钥匙后面多了一个提示：可打开遗失的宝箱。所以眼前的这个箱子，便是和任务有关的宝箱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送到东阁。徒儿遵命。经过这7天的参悟，天书的非凡之力又进入了饱和状态。这意味着自己可以使用1到2次神通。当前掌握了2种天书神通，一种是众生言音神通，也就是阴功类的神通；二是法灭禁制神通，像是一种反弹类的神通。7天，甚至10天的参悟，只够使用1次神通。这种神通对非凡之力的要求还真大。不过一想到神通的威力，也就释然了。师傅，将爱剑飞书。自从小渊儿迷恋上了范天灵，飞书的任务便落在了昭月的身上。念。老前辈，有3件事情告知：一，天剑门前任门主洛行空广发召集帖，讨伐摩天阁，务必小心。2，您的大徒弟幽冥教主于正海又吞并了2个魔道小宗门，于正海最近很活跃。第3，等下一封飞书。这家伙飞书就不能用长一点的纸吗？我汇报完毕。尴尬，站着也不是，离开也不是。下去吧。徒儿告退，徒儿拿到下一封飞书再来汇报。七徒弟使用这把武器的时间，远远没有于正海和于尚荣的时间长。看得出来，司无涯经常使用孔雀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脑海中浮现炼化符3个字。若是将其炼化，司无涯该作何感想？孔雀翎，当武器和主人的契合度高到一定境界之时，两者之间就像是有心灵感应似的，说不清道不明。教主，我没事。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孔雀翎？教主，要不属下去天师道走一趟？不必，大师兄已经承诺会派人去天师道。若我再去，大师兄会以为我不信任他。二师兄伤了白玉清，这个时候更应该去找大师兄。那属下去一趟平都山。若是在这之前，可能会直接下这个命令，但是现在，等等，请教主吩咐。最近天剑门可有动静？天剑门广发召集帖，是要讨伐摩天阁。洛行空已经忍不住出手，不过没有门派附和，天剑门势力单薄，不成气候。老八没回信。八先生已经10天没有动静了。不出所料，应该是进了思过洞。另外，我怀疑暗网有奸细。从今天开始，凡涉及摩天阁的事，无论大小，必须由我过目。是。最后，通知吴蜀，不用营救老八，改偷孔雀翎。遵教主谕令。七师弟，这么做，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是我低估了师傅的能力。何以见得？我之所以让老八回摩天阁，一来是想要保证老八的安全，二来也需要老八提供阁内的情况。老八为人蠢笨，不会有杀身之祸，必要时我会令吴蜀救他。只怕吴蜀真是过街老鼠。其次，我将孔雀翎交给四师兄，想要探探师傅的底，但刚才孔雀翎有危险。炼化天阶武器，条件极其苛刻。我既然帮了你，你便不要后悔。二师兄教训的是，轮到你帮我了。二师兄请吩咐。转告大师兄，刀再好，也需要时时磨砺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锋锐。
半年后，平都山见。坐拥暗王以来，听过的消息无数，有人生，有人死，但都没有过太大的波动。大师兄与二师兄一向不和，也料到了二人之间必有一战，只不过没想到会来得这么早，早得有些始料未及。二师兄，就不能……我意已决，但愿他在这半年时间里不要受伤。以大师兄的修为，恐怕只有师傅他老人家能伤他，所以别去招惹师傅。多多保重。师兄请放心，自保足矣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我这么做，到底在图什么？教主，您的身体……我没事，只不过是冲破附身神咒带来的反噬。教主保重身体。重置司无涯，获得200功德点。这出现的200点功德，说明他遭到了反噬。想要破开附身咒，谈何容易？就算是天师到6叶、7叶的修行高手施展，一旦命中，想要冲破也绝非易事。哼，孽徒，就先留着你的武器。师傅，飞书2封。2封？一封江爱剑的飞书，一封山下送进来的飞书。念。老前辈，这第3条消息乃是国家大事，魏卓言4大副将率军5万去凉州平乱去了，4皇子刘炳班师回朝。我知道老前辈不关心战乱，但这么大的变动，宫中必有蹊跷，小心莫离。念完。说到底，这一条消息牵扯的是幕后黑手莫离，魏卓言能否胜任，听天由命。